哎呀，头好痛啊！什么情况？我不是在医院的工位上，一边喷着无能院长，一边追着古偶下番剧。后来心脏一抽，眼前一黑，就到这儿了。小姐，你醒了。小姐，丫鬟。林小鱼的嗓子干哑。我们这是去哪儿？小姐，我们这是在去镇北将军府的花轿上呀，您忘了呀？老爷让您去给镇北将军冲喜。花轿、镇北将军、冲喜，3个关键词像3记重锤，精准地砸在林小鱼的太阳穴上。竟然穿了！原主跟她同名，也叫林小鱼，是林知县府最不受待见的女儿。因为将军府给的聘礼实在太多，又顾虑其余威，就被亲爹和嫡母打包送上了这顶通往地狱的红色花轿。书里描述，原主胆小如鼠，在上轿前就听多了活阎王的传说，什么坑杀10万江族，所到之处寸草不生。这轿子还没到将军府，原主就直接把自己给吓死了，然后就换成了他这个猝死的倒霉蛋。小姐，您别怕，虽然将军他名声不太好，还昏迷不醒，但好歹是将军府，咱们以后吃穿不愁。吃穿不愁？管饱吗？有双休吗？5险1金交不交？完了，小姐好像被吓得更严重了。冲喜就意味着老公是个活死人，没人管。将军府呢，有钱，炮灰庶女。不用伺候男人，不用宫斗宅斗，有钱有闲，只需要扮演一个安静的背景板，等着将军咽气，然后当一个富婆寡妇。姐妹们，这是什么人间天堂啊？这哪里是冲喜啊，这简直是提前退休上岸躺平啊！这一世开局直接送豪宅，附赠一个帅哥当长期饭票。虽然快挂了，但这波血赚呐！谢夫人，进了这道门，就该收起那些小家子的做派，往后你最好安分守己，日日祈福，好生服侍将军。若是将军有半点差池，老太太说了，你和那位知县府就提头来见。提头来见？开什么玩笑！我这条命是医院和院长的，是房贷和花呗的，什么时候轮到你个 NPC 来定了？林小鱼才站稳，透过盖头飘起的缝，就看到一只大红公鸡被人抱着，站在他夫君该站的位置上。好家伙，连人都懒得找个替身啊，直接上机了。这是怕我客人的功力太强，连替身都扛不住吗？拜堂。行吧，跟公鸡拜堂总比跟个牌位拜堂要阳间一点。1拜天地，2拜高堂。高堂之上坐着一位面容威严的老夫人，想必就是传说中萧将军的母亲，一手策划了这场冲喜的狠人。老夫人看他的眼神比看那只鸡还要冷漠，仿佛她不是儿媳，而是个会走路的药引子。夫妻对拜。拜完堂，他就被2个丫鬟一左一右架着，穿过重重回廊，送进了新房。一进门，一股浓重的药味混合着高级熏香的味道就扑面而来。这味道林小鱼熟啊，上辈子在爱惜幽轮转，天天闻这个。你们都下去吧。他伸手一把扯下了红盖头，管他什么规矩，先看货啊！万一长得歪瓜裂枣，他今晚怕是要做噩梦。这就是他那个素未谋面、
传说中的活阎王夫君，大景朝的战神萧恒。剑眉入鬓，鼻梁高挺，嘴唇削薄，哪怕此刻双目紧闭，面色苍白如纸，也难掩那惊心动魄的俊美。靠！上辈子那些小鲜肉明星跟这位一比，简直就是土豆和钻石的区别。他伸出2根手指，熟练地搭上了萧恒的手腕，脉象沉迟，气若游丝，是典型的油尽灯枯之象。在这片死寂的脉象之下，他似乎还察觉到了一丝极其隐晦的异常波动。他的目光落在了他的指甲上，在烛光下，萧恒修长干净的指甲缝里隐约可见一根比头发丝还细的黑线。这不是病，这是中毒，而且是慢性毒，日积月累，早已深入骨髓，神仙难救，所以太医们才会束手无策。大哥，你家这浑水也太深了吧，我就是个猝死的社畜啊，能不能放我一条生路？林小鱼揉了揉饿得咕咕叫的肚子，又看了看桌上摆着的合卺酒和几碟精致但量少的点心，风卷残云般吃完点心，又端起酒杯，把2杯合卺酒全干了。反正你也喝不了，那我替你一起喝了吧。吃饱喝足，困意排山倒海般袭来。从穿越醒来到现在，他精神高度紧张，早就累屁了。他走到床边，看着那张帅得人神共愤的脸，哎，帅哥，挪一挪，借我半边床睡睡呗。这婚我结了，堂我拜了，虽然是跟只鸡，这床就该有我一半。再说了，我可是来给你冲洗的，不躺你身边，洗器怎么冲过去？隔着 WiFi 无线冲洗吗？真软啊，真舒服。晚安了，短命的帅哥夫君。脑袋一歪，不过3秒就彻底睡熟了。帅哥，早啊。萧恒依旧静静地躺着，长长的睫毛在晨曦中投下一小片阴影，薄唇紧抿，哪怕在昏迷中也透着一股生人勿近的冷冽。哎呀，昨晚多谢你的半边床啊，哎呀，睡得那叫一个香。可是你是怎么受了这么重的伤啊？又是谁给你下毒？谁让你变成帅哥的呢？回答他的只有清晨微凉的空气。看什么看？没见过美女起床啊？还不进来伺候？少夫人，您醒了，老夫人已在前厅等候，命您醒后即刻前去敬茶。语气却带着几分不易察觉的轻慢。另一个小丫鬟则飞快地瞥了一眼床上毫无动静的将军，嘴角撇了撇，眼中的鄙夷藏都藏不住。一个随时会死的将军，一个粗鄙不堪的冲喜新娘，真是绝配。林小鱼将他们的神情尽收眼底。哟，这小眼神儿是拿我当 KPI 考核了，一个轻慢一个比，业绩不错呀。敬茶？你们将军还没醒呢，我给谁敬茶去啊？给房梁吗？自然是给老夫人敬茶。哦，也就是说，我这个新媳妇儿新婚第2天就要撇下自己还昏迷不醒的丈夫，去给婆婆赔笑脸儿？这是规矩，历来如此。行吧，规矩最大。不过呢，我饿了，先给我弄点吃的，吃不饱我腿软，走不动路。我要吃肉包子，灌汤的，再来1碗小米粥，配几样爽口小菜。哦，对了，再来2个茶叶蛋，速度点儿，我耐心有限。他这番歪理邪说，直接把2个丫鬟给说懵了。哪有新媳妇一大早不先去敬茶，反而理直气壮要吃的？前厅的老夫人等得有些不耐烦了，她身边的管家福伯低声道：老夫人已经去催了。哼，催？一个知县之女，攀上我们将军府的高枝儿，不知感恩戴德，还敢拿桥？我倒要看看她能翻出什么花来。昨晚去婚房，只听见一阵惊天动地的呼噜声，
气得他半宿没睡着。粗鄙，无礼！要不是为了给儿子冲喜，这种女人连进将军府大门的资格都没有。哼！哟，挺气派的嘛。他环顾着厅堂的陈设，啧啧称奇。萧母看到他这副样子，肺都要气炸了。放肆！见了长辈，为何不跪下行礼？来了来了，终极 BOSS 登场了！瞧这气场，比我们公司更年期的副院长还足啊！婆婆啊，您这就有所不知了，娶我进门是干嘛的？冲喜啊！喜神临门，那是要被供着的。我这一跪，把喜气跪没了，影响了将军的病情，这责任谁担啊？你强词夺理！萧母气得手指都在发抖。这哪里是强词夺理，这是科学。林小鱼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我跟您说啊，人的心情和运势是直接挂钩的。我开心，喜气就足；我委屈，喜气就跑。您要是想将军早点好起来，就得让我吃好喝好睡好，心情愉快，这样才能最大化发挥我的冲喜功效啊。我就是将军府行走的锦鲤，移动的许愿池，懂吗？萧母一口气堵在胸口，上不去也下不来，脸都憋紫了。他本准备了一肚子的话来敲打这个新媳妇儿，让她知道将军府的规矩森严，结果对方根本不按套路出牌，直接把他的所有准备都给干废了。就在这时，刚才那2个丫鬟端着一个托盘进来了，托盘上一碗清的能照见人影的稀粥，一小碟蔫巴巴的咸菜，这就是他们给林小鱼准备的早餐。丫鬟将托盘往桌上一放，低着头，嘴角却藏着一丝得意的笑。哼，让你嚣张，喝死你！林小鱼瞥了一眼那碗粥，乐了。这就是我的早餐，灌汤包呢？小米粥呢？茶叶蛋呢？厨房今早只有这些。只有这些？你们将军府是揭不开锅了吗？就用这个来供奉我这尊喜神？只有这些？你们将军府是揭不开锅了吗？就用这个来供奉我这尊喜神？你们这是想让我男人死，还是想让我男人活呀？你休得胡言！够了！将军府清正持家，不上奢靡，有的吃就不错了，还敢挑3拣4。哦，原来是清正持家呀。行，我懂了。他说完，端起那碗粥，在所有人惊愕的目光中走到了门口，手一扬，哗啦一声，全泼在了院子里的石板上。既然府上这么困难，这等珍贵的米汤还是留给更需要的人吧。我不配。婆婆，既然府里吃不上饭，那我这个冲喜的也得干点活了，不然显得我白吃白喝吗？说吧，厨房在哪儿？今天本喜神亲自下厨，给大伙改善改善伙食。整个前厅死一般的寂静，所有人都觉得这个世界有点魔幻。这个新来的少夫人脑子是不是有什么问题？萧母气得浑身发抖。你手指了半天，一句完整的话都说不出来。福伯赶紧上前扶住他，一边给他顺气，一边朝下人使眼色。很快，几个身强力壮的婆子围了上来。行啊，你们最好一棒子打死我，不然等你们将军醒了，知道你们就是这么对待他唯一的能救他命的冲喜媳妇儿，你们猜他会怎么想？我烂命一条，死了呢就当睡个长觉。你们呐，可都是将军府有头有脸的人物，确定要跟我这个炮灰1换1吗？要是真有什么忌讳，让将军的病适得其反，可别怪我。婆子们迟疑了，纷纷看向萧母。萧母脸色铁青，娶林小鱼可是他求大夏天师卜卦后的结果，无论是生辰八字还是命格，都是极其符合的。你就是林家送来的那个小门小户的女儿。
回禀老夫人，小门小户不假，但人还是个活的。一句话让屋里几个下人忍不住偷笑，老夫人脸色一沉。身为将军府少夫人，不懂礼数，不守规矩，传出去让人笑话。那就不传出去。老夫人差点一口气没提上来。这小蹄子简直是个口无遮拦的祸害。来人，把那规矩簿子拿来，让他好好背背。说完，丫鬟抱上来一本堪比新华字典厚度的将军府家训选集。唉，谁家嫁个病丈夫还得过军训呢。以后早晚请按照旧，该立的规矩一个不落，书也得背，罚他抄10遍。啊，10遍？那不是冲血，是冲我命啊！哼，我看你精神头挺足的呀。既然嫁进了将军府，就得有个将军府媳妇的样子。可我丈夫不是还躺着吗？我就陪他一起养养。林小鱼顺势坐回椅子，像个无所谓的瓷娃娃。这话一出，老太太更气了，但偏偏她还真不能发作的太过。如今府里唯一有希望能镇得住阎王的，也就这丫头了，不然真要出事，谁来背锅？退下，退下！萧母实在不想跟着儿媳妇再多言一句，再多听一句，怕是血管就稳不住了。林小鱼一听下了逐客令，赶紧一拍屁股，一转眼，乐呵呵的人影就没了。作孽呀，作孽呀！二嫂、三嫂，回想这一世记忆，老将军育兄妹4人，长姐萧云嫁到尚书府，二哥萧南官职3品，左副都御史；三哥萧震官职4品，通政司副使，都为文职。只有萧恒握起了家族的枪，成了1品武将，战功赫赫。这二嫂、三嫂自然就是自己的妯娌了，怎么好好的邀自己品茶？再笨的人也看得出来，目的不纯。哦，管他呢，火来水挡，兵来将挡，水来土掩。躲这个字儿，自小就没有在我林小鱼的字典里出现过。我还真想瞧瞧，这2位嫂子能请我品什么茶？弟妹，你既已嫁入将军府，便是我萧家的人，往后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将军府的颜面。李氏的目光扫过林小鱼那双没什么名贵首饰的手，唇角勾起一抹几乎看不见的弧度。知县府出身，终究还是上不得台面，日后在外人面前还是少提为妙，免得让人轻瞧了我们将军府。这话就说得相当重了，字字句句都像是带着刺，毫不留情地往林小鱼心口扎。旁边的张氏停下了摇扇的动作，嘴角噙着一抹幸灾乐祸的笑意，准备看林小鱼如何羞愤难当。二嫂说的是啊，句句在理，字字珠玑。不瞒二嫂，我早就觉得我这出身啊，配不上将军府了。不瞒二嫂，我早就觉得我这出身啊，配不上将军府了。李氏准备好的一肚子话，就这么硬生生被堵了回去。他感觉自己像是蓄满了力的一拳，结果打在了一团棉花上。李氏嘴角的笑也僵住了，这剧本好像有哪里不对。林小鱼完全没有要停下来的意思，反而越说越起劲。您看，我爹就是个小知县，之前呢是商贾，说不好啊，还是花钱买来的小官呢，没什么见识，整天就知道盘算那点蝇头小利。我娘也只是个普通妇人，斗大的字不识一箩筐，头发长见识短，说的就是她。我呢，更是从小在市井里摸爬滚打，粗鄙不堪，言行举止都透着一股子小家子气。他每说一句，李氏和张氏的脸色就难看一分。这些本是他们准备好一句一句抛出来，用以刺痛林小鱼的话，此刻却被他自己兴高采烈的
竹筒倒豆子一般全说了出来。那眉飞色舞的样子，不知道的还以为他在炫耀什么光荣事迹。能嫁进来给将军冲喜，简直是我们林家祖坟集体冒青烟了啊！不是火山大爆发。李氏感觉自己的太阳穴在突突直跳，像是里面有2面小鼓在被人疯狂敲打。所以啊，二嫂，您刚才的教诲真是太及时了，简直是黑暗中的一盏明灯，汪洋里的一座灯塔，沙漠里的一片绿洲，久旱逢甘霖呢。哎呀，我决定了，以后我就听您的，在外人面前绝口不提自己的出身，坚决不给将军府丢人，不给二嫂您脸上抹黑。说完，他就那么一脸期待地看着李氏。李氏死死捏着手里的青瓷茶杯，指节因为过度用力而泛出青白色。他感觉自己的胸口堵着一团气，上不去下不来，烧得他5脏6腑都疼。他能说什么？说他觉悟的不好，可人家句句都在顺着你的话说，态度比谁都端正。说他觉悟的好，那不就等于承认自己刚才那番话就是刻意为了刁难他，就是看不起他的出身。他感觉自己精心准备的一场鸿门宴，硬生生被林小鱼变成了一场滑稽至极的独角戏，而自己才是那个被耍得团团转的小丑。这到底是个什么怪人？李氏气得嘴唇都在发抖，半天挤不出一个完整的字。李氏气得嘴唇都在发抖，半天挤不出一个完整的字。努力憋着笑的张氏终究是没忍住，他刚喝进嘴里的一口桂花茶，就这么毫无预兆地喷了出来，当即被呛得撕心裂肺地咳嗽起来，一张保养得宜的俏脸涨得通红，眼泪都出来了。头有些晕，我先回去了。他再也待不下去一刻，多待1秒他都怕自己会控制不住，当场失态。张氏也顾不上仪态了，一边咳一边追了上去。二嫂，等等我。少夫人，该给将军喂药了。喂药，想想也是，自己是冲喜来的夫人，不是他喂还能是谁喂？好，夫人，请吧。嬷嬷的语气不带任何情绪，眼神里却透着一股看好戏的冷漠。谁都知道给昏迷不醒的人喂药是件多难的差事。林小鱼在床沿坐下，先用勺子舀了一点药汁凑到他唇边，他的嘴唇紧紧抿着，根本喂不进去。药汁顺着他的嘴角滑落，在他的衣襟上阴开一小块深色的痕迹。哼，你也不过如此。兄弟，该输液了啊！干了这碗，祝你早睡早起，身体好。他一手小心地托起萧恒的后颈，让他微微仰起头，靠在自己臂弯里。这一次，药汁顺利地流了进去，一勺又一勺。林小鱼喂得极有耐心，直到碗底见空。一旁的嬷嬷和春杏像是傻了眼，之前他们可是要挣扎半天才能喂进一点点，难道刚才他念叨的是什么咒语？林小鱼歇了口气，正想将萧恒的头放回枕上，眼角的余光却瞥见了他搭在颈背上的那只手，而就在刚才，那只手的中指似乎极轻微地蜷缩了一下，快得像个错觉。林小鱼的动作停住了，他屏住呼吸，视线死死地定在那根手指上。1秒2秒，那只手静静地躺着，再无任何动静。是肌肉的无意识抽搐吗？还是提前诈尸了？他俯下身，仔细端详着萧恒的脸，他依旧双目紧闭，呼吸平稳，那张俊美的脸上看不出任何变化。可刚才那一下真实的不像幻觉。去，把将军平日里用的药方拿来给我看看。这萧恒有问题，有的救。
他上辈子虽然是个社畜，但毕竟是正规医学院毕业的，本科加研究生7年，也背了不少堂头歌，也认识不少草药。这股味道，药味很复杂。待春杏拿来了药方，一一比较，林小鱼的脊背瞬间窜上一股寒意。这张方子是谁准的？是御医亲自看过的。御医？母亲呢？老夫人自是不懂。再说御医开的方子，自然不会有什么问题的。以后的药都交给我喂了。少夫人，这可是老夫人吩咐的，1天都不能断。我说交给我。行了，今天就这样吧，你下去吧。哎，兄弟，你说我该怎么办呢？救你吧，我可能小命不保，好日子也到头了；不救你吧，我良心不安。而且你挂了，我估计也得跟着陪葬。哎呀，这简直就是个死局啊！要不这样，你给我托个梦，告诉我害你的人是谁，我看看我惹不惹得起，再决定救不救你，怎么样？这药方到底是谁的手笔？又有谁能够直接瞒过萧府上下？又或者说让他们都没有产生怀疑？肚子一阵响，帅哥，你都睡了这么长时间了，也不在乎这一下子，要不我先出去弄点吃的？林小鱼溜溜达达地晃到了将军府的后厨。夫人有何吩咐？大哥，商量个事儿呗。不敢当，夫人有事尽管吩咐下人去做就是了。别介，这事儿他们干不了，得我自己来。大哥，借你厨房一用，再借点食材。夫人，这不合规矩。哎呀，规矩是死的，人是活的嘛。我就是想自己做点家乡的小吃，不算什么大事儿。再说了，我这是在给将军祈福呢。祈福？对呀，我们家乡有个说法，冲喜的新娘子呢，亲手做一顿红红火火的饭菜，能去晦气添喜气，吃的人越多，福气越旺。这套说辞精准地踩在了萧母迷信的每一个点上，大厨就算不信，也不敢公然反驳。放心，不耽误你们准备明日早膳，我就借个角落，很快的。猪油被切成小块下锅，随着温度升高，慢慢融化，一股霸道无比的香气瞬间炸开，辛辣浓烈，带着油脂的焦香蛮横地冲进鼻腔。辣香爽，就是这个味。他又夹起一片烤得焦香四溢的五花肉，用一片生菜叶子包住，一口咬下。生菜的清爽中和了烤肉的油腻，肉质的焦脆与鲜嫩在口中完美结合，太幸福了。夫人，您做的是什么神仙吃食啊？这个叫火锅，那个叫烧烤。一个人吃没意思啊，大家一起来呀！来，都别站着了啊，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太好吃了！我的天，这羊肉还能这么吃？辣，但是好过瘾啊！很快，一群人就围着2个炉子，吃得热火朝天，满头大汗。总有些惊奇的际遇，比方说当我遇见你。宵夜他吃得心满意足，眼皮越来越沉。这有钱有闲还不用伺候男人的日子，简直是社畜的天堂。他翻了个身，调整到一个更舒服的姿势，准备召唤周公，与他进行一场深入的友好会谈。鬼符，京城里最顶尖的刺客之一，拿钱办事从未失手，主子怕这人真起了作用，坏了大事。哎呀，别闹！他在跟谁说话？院中明明空无一人，难道他发现我了？不可能！鬼符从腰间摸出一个极细的吹筒，将一枚淬了见血封喉剧毒的银针含入口中。就在他鼓起腮帮，即将吹出那夺命一针的刹那，一声猫叫打破了寂静。躺椅上的林小鱼被惊得一个机灵，
猛地翻了个身，鬼符含在嘴里的毒针差点因为这突发状况而呛进自己喉咙。那只猫出现的时机太过诡异，鬼符的后背渗出了一层细密的冷汗。方才他明明听到那女人说过，总有些惊奇的机遇，比方说当我遇见你这样的话。他压下心中的惊疑，再次举起了吹筒，这次他瞄准的是他的后心。砰的一声，鬼符握着吹筒的手猛地一抖，那枚毒针就这么不受控制地吹了出去。银针擦着林小鱼的衣角飞过，最终噗的一声，深深钉入了他身后的银杏树干。躲开了，他又躲开了。一个看似人畜无害的冲洗小妇人，却能在他这位顶尖刺客的眼皮子底下2次3番的化解必杀之局，甚至他连眼睛都没睁开。这已经不是武功能够解释的了，这是宗师的境界，是对杀气与危机的本能预判。谁呀？大晚上的还让不让人睡觉了？情报有误，致命的错误。镇北将军府的这个新夫人根本不是什么带来厄运的丧门星，她是一个比镇北将军本人还要可怕的存在。再不走，恐怕就走不掉了。哎呀，风还挺大，冷飕飕的，还是回屋抱着我的睡美男老公睡觉舒服。兄弟，有知觉吗？没醒，我待会儿再问一遍。我跟你说啊，你这个府里的人呢，以前是不是都过得特压抑呀？手顺着胳膊往下，最后落在那线条分明的腹肌上。腹肌还在，8块不多不少，财产盘点无误。说真的，小恒，你这配置相当可以了，有钱有颜有身材，还不用履行夫妻义务，完美老公啊！除了可能随时会死这一点，几乎没缺点啊。你都不知道，外面那些贵夫人表面上说我守活寡，其实不知道多羡慕我，不用伺候男人，不用生儿育女，有钱有闲，想吃就吃，想睡就睡。这不是守活寡，这是提前过上退休神仙的日子。所以你千万别着急醒啊，现在这状态就挺好，人人都满意。你要是醒了，打破了这份来之不易的和谐，我跟你讲，我第一个不答应。你一醒，我就得给你端茶倒水立规矩，你娘就得天天盯着我，妯娌们又得变回塑料花，下人们也不敢上头和躺平了，整个将军府的幸福指数会断崖式下跌的。这个责任你负得起吗？所以为了大家，为了我，也为了你自己，能继续享受5星级的睡美人服务，继续躺着吧，好吗，老公？那一直紧闭的眼帘下，睫毛似乎动了一下，而那被他指尖触碰的薄唇也机不可察地抿紧了。你做梦了？梦见什么了？嘴巴动了这么一下，是梦见我做的火锅了吗？也对，你这天天喝米汤肯定馋坏了。放心，等你醒了，我给你整个鸳鸯锅，让你吃个够。前提是你得听话啊，乖，听话，叫声老婆来听听。喂，兄弟，虽然我不知道你为何昏迷，而有人又为什么不希望你醒来，但你碰到了我，也算是上辈子积福。你放心，虽然暂时不能让你醒，但姐姐也绝对不会让你死。毕竟你要死了，我的好日子也就到头了。最好的办法是暂时维持现状，让他继续睡，但必须是健康的睡，越睡越清醒的睡。从明天起，这位镇北将军的药汤看样子要亲自接手了，且要偷偷摸摸，无人可知才行。为了能继续心安理得的躺平，看来还是要把老专业拾起来，终究是得稍微卷一下了。3日后，夫人，您这一次想做什么？大哥，我觉得你这鸡汤有问题啊。锅里炖着鸡汤，香气扑鼻。这鸡汤火候不错，用料也足，可惜少了点灵魂。夫人慎言。虽然上次夫人的那个什么火锅和那个烧烤的确让老奴刮目相看，但老奴这手艺是伺候过先皇的。大哥，你想不想知道，只要在你这鸡汤里加几样东西，就可以让它鲜香10倍。夫人，您当真会？当然。林小鱼见鱼儿上钩了，不过我这方子可是祖传的秘法，不能轻易外传。那夫人您的意思是？2个条件。第一呢，方子我教你，但你得发誓绝不外传，以后这道菜就是你大哥的独门绝技。我发誓。第二，我这火锅的锅底需要一些特殊的香料来提味儿，这些东西呢厨房里没有，要去药房才能买到。就是这些，你帮我把这些东西弄来，分量要足，不能让旁人知道。当归、黄芪、党参、川芎。夫人，
这些是药材啊，拿来做菜味道会不会很怪啊？这你就不懂了吧？食药同源，我这鸡汤吃的就是一个滋补，这些药材配上我的秘制香料，才能熬出那独一无二的汤底，既美味又养生。对了，我还需要一套最好的银针。银针？要银针做什么？我这火锅熬制讲究一个气的流转，关键时刻需要用银针刺入特定的食材，疏通其经络，引导药气与食气相融，方能达到巅峰之位。大厨听得一愣一愣的，虽然完全听不懂，但感觉好厉害的样子。好，夫人，这事包我身上，您要的东西1日之内，我保证给您弄到。那就合作愉快。合作愉快啊！愉快。而就在厨房内狼狈为奸的两人达成协议时，萧母、二嫂、张嬷嬷等人已走到了厨房门口。这是怎么回事？那个丧门星不是来搅乱厨房的吗？怎么看起来他好像把大厨给收服了？这个林小雨到底脑子里装了些什么呀？他到底要干什么？林小鱼的眼睫毛颤了颤，立刻堆起一个社畜面对老板时标准而无害的微笑。母亲，您来了。嬷嬷，把他和听竹院所有的丫鬟都给我喊到主堂，我倒要看看他们把将军府的规矩忘了多少。一行人就规规矩矩地立在了主堂，个个脸上惊恐，嘴唇微抖。真没战相，一个偌大的将军院子，如今竟连半点规矩也无。身为将军夫人，一言一行都代表着镇北将军府的脸面，岂能如此随意啊？成何体统？母亲说的是，这府里的风气的确是该好好整顿了，尤其是四弟如今身子未愈，最是需要清静安宁，不能被一些不祥之事扰了气运。弟妹刚进门，许是不懂我们府里的规矩，这也不能全怪下人。母亲嫂子们说的对，我完全赞同。规矩乃立家之本，必须严抓。这番表态让准备好一肚子说辞的萧母和两位妯娌又都愣了一下，今天又不按常理出牌。我认为目前府里最重要的规矩就是保证我这个冲喜新娘身心愉悦，吃好睡好。全场寂静，连空气都仿佛凝固了。我的核心任务是什么？是冲喜，是给将军带来好运。这就好比种庄稼，我就是那颗能带来丰收的种子，你们总得给我松松土施施肥吧。一天到晚让我提心吊胆，规矩这个计较那个，我心情能好吗？我心情不好，运气能好吗？运气不好怎么冲喜啊？所以呀，为了将军，为了我们整个萧家，让我躺平，就是我们家目前最重要、最核心、最不容动摇的规矩。简直是歪理邪说，闻所未闻。二嫂此言差矣，你看我嫁过来这些天，将军的情况是不是稳定多了？这句话精准地戳中了萧母的软肋，萧恒的情况确实在冲洗后肉眼可见地稳定了下来，这也是他对林小鱼再看不顺眼，也只能捏着鼻子忍了的根本原因。即便如此，你也不能带坏府里的风气，那些下人有样学样，都学着你懒散怠惰，这府里岂不乱套了？这怎么能叫懒散呢？这叫能量守恒。你想啊，大家把干活的力气省下来，攒着，关键时刻就能把这些能量转化成祝福和意念，集中起来 biu 的一下全发射给将军。这叫意念冲洗，精神疗法，比什么都管用。萧母被他一连串闻所未闻的词汇砸得头昏脑胀，什么能量守恒，什么意念冲洗，他活了半辈子就没听过这么离谱的说法。可偏偏这说法又紧紧扣着他最在意的冲洗二字，让他想发作都找不到由头。罢了罢了，都散了吧。林小鱼则像个打了胜仗的将军，还好，碰瓷成功，立规矩的风波暂时过去。御医送来的药，他早知有鬼，朝廷如斯，豪门后宅阿杂事多，谁知道这萧恒是得罪了什么人，在这药里做了手脚。晌午，他提着一个跟大厨交换来的食盒，偷摸着独自一人走进了听竹院的库房。正式开整，夕阳西下，张嬷嬷端着一碗黑褐色的药汤准时出现。夫人，将军的药好了。放那儿吧，我喂将军喝。啊，那老奴就在门外候着，
夫人有事就叫我。他迅速将张嬷嬷送来的那碗药倒进旁边一个不起眼的痰盂里。他端着那碗凝聚着自己未来希望的药。兄弟，喝药嘞！这药可是我亲自给你熬的，独家配方，童叟无欺。外面那碗喝了虽然死不了，但想醒过来可就难喽。萧恒依旧静静地躺着，呼吸平稳，面容俊美如玉石雕琢，药汁顺着他的喉咙滑下，他的喉结无意识地滚动了一下。林小鱼又喂了一勺。我这人没什么大志向，就想找个地方好好躺着，当条咸鱼。你呢，就是我精挑细选的长期饭票，不是豪华大床。所以你可得争气点，赶紧醒过来。今天你妈又想给我立规矩，被我用科学理论给驳回去了，厉害吧？你那2个嫂嫂也不是省油的灯，可惜道行太浅，完全不是我的对手。我跟你说，我这投资可是下了血本的，你哪天要是醒了，可不能忘恩负义，要记得我的好。要没有我，你估计早就死翘翘了。到时候你得罩着我，给我钱花，让我天天睡到自然醒，想吃什么就吃什么。他一个人自言自语，将自己对未来躺平生活的美好规划全都灌输给了这个昏迷不醒的男人。林小鱼喂完最后一勺药，拿帕子给他擦了擦嘴角。他托着腮，静静地看了他一会儿。睡美男，晚安。夫人，今日府上有月会，2夫人、3夫人请您去水源县喝茶。哦，有吃的吗？这小夫人心真大，明眼人都看出来这是鸿门宴，可怎么一心只顾着吃呢？那行，去，有免费的下午茶，不去白不去。这2个嫂嫂，谅他们也搞不出什么大名堂。水云榭建在府内湖心，林小鱼一进来，她身上只穿了件半旧的浅碧色襦裙，头上簪了根素银簪子，在一众华服贵妇之间显得格格不入。弟妹来了，快坐。林小鱼也不客气，径直找了个离点心最近的位置坐下。弟妹来了，快坐。她捻起一块荷花酥，咬了一口，眉眼都舒展开来。她本想看林小鱼局促不安，谁知对方眼里只有吃的。四弟妹看着气色倒是不错，不像我们每日要操心夫君，要打理庶务，哪有弟妹这般清闲？可不是嘛，我们都是劳碌命，哪像四弟妹天生就是享福的。话里话外都在刺她嫁了个昏迷不醒的丈夫，是个无人管束的活寡妇。2嫂3嫂说的对，确实挺闲的，这福气一般人羡慕不来。这是真傻，还是脸皮厚到了极致？清闲是福，可女人这一辈子若无夫君疼爱，无儿女傍身，再大的富贵心里也是空的。说到底还是个可怜人。这话就说得重了，所有人都盯着林小鱼，等着看他如何应对这几乎是撕破脸的羞辱。咔的一声，清脆的克裂声。2嫂，你这话就说错了，你们都觉得我可怜，你们再仔细想想，我嫁进将军府，身份是镇北将军夫人，我吃穿用度、月钱份礼样样不缺，想买什么就买什么。最重要的是，我不用伺候男人啊！此言一出，满座皆惊，李氏和张氏的表情瞬间冻结。你们想想，不用早起为他穿衣，不用费心为他洗手做羹汤，不用揣摩他的脸色，不用担心他今晚歇在哪个小妖精房里。我每天睡到自然醒，想吃就吃，想躺就躺，有钱有闲有身份。姐姐们，这不是可怜，这是几辈子修来的福报啊！倒是你们又要管家，又要伺候夫君，还要跟莺莺燕燕斗智斗勇，太辛苦了，我看着呀都替你们累。那些原本准备看笑话的贵妇们，此刻脸上的表情精彩纷呈。你简直不知廉耻！我怎么就不知廉耻了？我说的句句是实话呀。2嫂3嫂，你们也来点，这瓜子是新炒的，五香味的，可香了。李氏一口气没上来，只觉得胸口发闷，眼前发黑。他们精心组织的旨在羞辱林小鱼的茶会，彻底变成了一场闹剧，而他们自己就是那个最大的笑话。
多谢二嫂三嫂今天的茶点了，味道真不错。我吃饱了，也说累了，得回去躺会儿，消化消化这天大的福气。迈着轻快的步子，头也不回地走了。夫人，二夫人、三夫人的话，您别往心里去。对于这个新主子，他还是很喜欢的，没架子，不发脾气，跟他以往跟在三夫人旁边，简直天上地下。我心眼虽不小，但也装不下那些。春杏看着自家主子，欲言又止。有话就说，吞吞吐吐的不累吗？夫人，您不好奇将军为何会受那么重的伤吗？不是说在边关跟敌军交战中了埋伏吗？话是这么说，可奴婢听府里的老人讲，那次中埋伏的过程很奇怪。将军带的可是最精锐的亲兵，走的是一条只有少数几个人知道的密道，准备奇袭敌军后方。可敌军就像提前等在那儿一样，布下了天罗地网，就像有人把将军的行踪卖给了敌人。这听起来可不就是典型的被自己人捅刀子啊！行了，这些国家大事哪是我们能议论的，赶紧收拾完去歇着吧。这将军的伤水深得很啊，夜深人静，万籁俱寂。林小鱼是被饿醒的，他轻手轻脚地爬起来，决定去厨房碰碰运气。凭着白天的记忆七拐八绕，月光下凉亭里站着两个男人，二爷萧南，三爷萧震。这么精彩的视频当然要配点零食，边吃边看。这是我刷视频看便宜，直接在抖音商城秒杀买的百事可乐，6瓶才8块9，清爽畅快。我还买了好多别的东西，比如酸辣粉面、雪碧，便宜好吃，量还多。点商城进秒杀就能买，都是源头直供的好东西，平台给谈到的超值价，个位数就拿下，快去秒杀频道看看吧。瞬间闪到了一丛茂密的芭蕉树后。二哥，四弟他就真的一直这样了？太医不是说了吗？能保住性命已是万幸，至于何时能醒，要看天意。萧南的天意二字咬得格外清晰，那可真是太好了。萧震几乎是脱口而出，随即又觉得不妥。我的意思是，四弟戎马几载，也该好好歇歇了。萧南瞥了他一眼，口无遮拦，此话若是被母亲听到，你又少不了一顿责罚。嗨呀，这里又没外人。再说了，二哥，你心里难道不这么想啊？四弟他压在我们头上太久了，整个京城就只知道镇北将军萧恒，谁还记得我们兄弟啊？他的声音里充满了积压已久的怨气。如今他成了个活死人，这将军府母亲总要考虑交到我们手上啊。特别是二哥你，哪点比他差了？芭蕉树后的林小鱼只觉得一股寒意从脚底板直冲天灵盖，这是什么虎狼之词？亲兄弟盼着对方永远别醒。二哥，你说那位会不会趁机？不该问的别问，你只需记住，我们的将来都是要那位给的。四弟挡了路，自然要被挪开。那位，这个那位听起来地位极高啊，竟能左右镇北将军的生死啊！这已经不是宅斗了，这是要命的权力斗争啊！我只想当条咸鱼，没想过要在刀尖上翻身。对了，四弟新娶的那个冲喜的，你怎么看？一个知县家的小丫头，能有什么看法？我瞧着不像，我总觉得她那副傻乎乎的样子是装出来的，说不定心里藏着什么鬼主意呢。二哥为何这么说？你忘了上次派去试探的那个杀手吗？他回来怎么说的？他说那个女人看似手无缚鸡之力，实则是个深藏不露的高手，她还没近身就已经被发现了，差点回不来。萧南的声音不大，但在死寂的夜里，每一个字都像重锤，狠狠砸在林小鱼的心上。杀手、高手，什么时候的事儿？这口从天而降的黑锅又大又重，差点把他当场砸晕过去。一个来历不明又身怀绝技的女人，在这个节骨眼上，四弟点名要娶，绝非偶然。二哥，你提醒的对，从今天起派人盯紧他，装傻必有妖。我倒要看看他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若是他敢有任何异动。林小鱼一动不敢动，全身的血液都快要凝固了。他
他感觉自己就像一只误入狼窝的小白兔，而那2头狼正在商量着要怎么剥了他的皮。饥饿感早已被巨大的恐惧所取代，他现在满脑子只有一个念头：跑，必须立刻，马上。他小心翼翼的，一点一点地将身体缩回芭蕉树的阴影深处，连一片叶子都不敢触碰。林小鱼再也没有去小厨房的心思，沿着来路近乎是飘回了自己的院子。他关上房门，背靠着冰冷的门板，身体止不住的轻微颤抖。这弄不好是要丢掉小命的。翌日早，府里的气氛就绷得像根拉满的弦。大皇子要来探病的消息像一块巨石砸进将军府这潭本就不平静的深水里。想必这位就是镇北将军的新夫人了。臣妇林氏，见过大皇子殿下。本宫听闻阿衡伤势沉重，心中万分忧虑，特地从司库里寻来这株千年血参。盒子打开，一股浓郁的药香瞬间弥漫开来。那血参色泽赤红，形态酷似人形，一看便知是稀世珍品。萧母的脸色微微一变，这里太重了，重得像一种宣告着萧恒的伤已经到了需要这种神物来吊命的地步。殿下厚爱，只是……哇哦，这东西长得好别致啊，跟个没穿衣服的小人似的。满厅的空气瞬间凝固，萧母差点一口气没上来。殿下，这东西是直接啃呢，还是需要走什么复杂的流程？他自己会长腿跑掉吗？弟妹说笑了，此物需配以多种珍稀药材精心熬制，方能发挥其效。这么麻烦啊！伸手就将盒子盖上了。萧母在一旁已经从惊吓变成了呆滞。弟妹真是风趣，不知阿衡近来情况如何，胃口可还好？御医说需多加唤醒，不知他可有片刻清醒的时候？这个问题尖锐又直接，说胃口好，证明身体机能尚可；说有清醒，那更是天大的消息。无论怎么回答，都是在透露萧恒的底细。萧母的心提到了嗓子眼儿。胃口啊，非常稳定。宋锦眼神一动。哦，如何稳定？就是每天都保持着一种哥吃的不是饭是寂寞的法。他现在已经脱离了低级的口腹之欲，全靠吸收天地之灵气、日月之精华来维持生命体征，这叫辟谷。殿下您懂吗？就是那种神仙才有的技能。我琢磨着也跟他学学，还能省下不少饭钱。宋锦无语，这女人到底是真的蠢，还是在装疯卖傻？那清醒呢？这个就更玄妙了。林小鱼的神情变得高深莫测起来。我家将军的身体虽然躺在床上，但他的灵魂已经出窍了，正在进行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昨天我给他擦脸的时候，他还给我托梦了呢。托梦？对啊，表情严肃的不像话。他说他正在9天之上跟太上老君搓麻将，手气不太好，输了好几把，让我烧点纸钱给他翻翻本儿。殿下，您说这算是清醒呢，还是不清醒呢？宋锦的脸一阵青一阵白，跟太上老君搓麻将，还要烧纸钱翻本，这是在咒萧恒死吗？可偏偏说这话的人是萧恒名正言顺的夫人。萧母此刻已经放弃了思考，她呆呆地看着林小鱼，眼神里充满了迷茫。弟妹年纪轻轻，却要承受这些，真是辛苦了。他试图用温情攻势激起他的委屈。整个京城都在为阿衡担忧，他的旧部、朝中的同僚，还有父皇，都盼着他能早日康复，重振我大夏军威。这番话既是安抚，更是试探。辛苦殿下您误会了。殿下，我跟您说句掏心窝子的话，你可千万别外传。宋锦不由自主的也凑近了些。您想啊，不用伺候男人，他还昏迷不醒，不会管我，不会跟我吵架，他的俸禄，他的私产，现在还不都是归我管？我每天睡到自然醒，想吃什么就吃什么，想买什么就买什么，有钱有闲有身份，还没老公烦。殿下您说我这是不是几辈子修来的福报？我每天做梦都要笑醒，生怕他哪天突然醒过来，破坏了我这美好的闲鱼生活。所以啊，
您和大家就别盼着他醒了，让他多跟太上老君搓几圈麻将，挺好的，真的。宋锦僵在原地，福报做梦笑醒，生怕他醒过来。他看着林小鱼那张洋溢着幸福光彩的脸，这个新来的镇北将军夫人到底是何方神圣？是萧家故意找来迷惑众人的棋子，还是一个真正的无可救药的傻子？这萧恒又为何要在昏迷前执意找这么一个人做妻子？他分辨不出，理解不了，而这种感觉比得到一个让他想要的确切消息更心烦意乱。本宫想起来还有些公务要处理，就不多打扰夫人和老夫人了。他几乎是一刻都待不下去。萧母像是被抽走了所有力气，瘫坐在椅子上。林小鱼则心里门清，这大皇子是敌是友都未知，谁知道他是不是幕后的主子？所以目前打混就是最好的办法。习惯了现实生活当中的网络、电脑、外卖、小短剧，这漫漫长夜除了睡觉和发呆，还真无事可做，连本带插图的画本子都没有。这对一个在信息爆炸时代快节奏的社畜来说，简直是一种酷刑。喂，睡美人，兄弟，你这都睡了多少天了，不腻吗？你看你，要钱有钱，要颜有颜，要地位有地位，结果天天在这挺尸，人生还有什么意义啊？我都替你亏得慌啊！萧恒自然没有任何反应。说真的，你们古代的日子也太难熬了，这穿的里三层外三层，走两步路都喘，上个厕所跟打仗似的，哪像我的 T 恤大裤衩啊，自由奔放。最重要的是没得玩啊，没有手机，没有电脑，没有 WiFi， 没有空调，我连我方水晶被推到哪儿了都不知道。晚上除了造人就是睡觉啊！你现在又是个罢工状态，我的人生乐趣直接被砍了一大半。我的恒啊，你睡归睡，你好歹给我一点线索呀！这谁是好谁是坏我也不清楚啊。还有啊，你到底是怎么伤成这样的？这样不明不白的，我躺平也躺得不安心呢。林小鱼喃喃自语了好一阵子，才迷迷糊糊的在床榻一侧入了梦。只是身侧的男人，他能感觉到自己还活着，却被无形的枷锁困在一片虚无之中。耳边时常会响起各种声音，丫鬟的窃窃私语，大夫的叹息，母亲压抑的哭声。这些声音模糊而遥远，像隔着一层厚厚的浓雾，直到一个清亮又带着点懒散的女声闯了进来。这个声音很陌生，也很聒噪。镇北将军萧恒指挥不当，贻误战机，致我大夏北境受挫，朕心甚痛。剥去萧恒镇北将军名号，收缴虎符，俸禄待遇一应革除，御赐全部收回。念其昔日威功，保留将军府邸，不究其责，钦此。事情来得太突然了。母亲，老夫人。林小鱼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震得愣在原地，他的脑子里没有家国大义，没有荣辱兴衰，只有一个念头在疯狂回响：俸禄待遇一应革除，保留府邸。这不就是说房子还在，但钱没了？我的豪华午睡套餐，下午茶点心，无限令供应的瓜子水果，我未来几十年的咸鱼养老金就这么没了。林小鱼感觉一阵天旋地转，比刚刚晕倒的萧母还要真情实感。这背后搞事的人也太狠了，这是怕萧恒醒过来还有翻盘的机会，干脆先下手为强，直接釜底抽薪，断了将军府所有的经济来源和政治地位，这是要把整个萧家往死路上逼呀！完了，全完了，没了将军的名号，我们以后在京城还怎么立足？岂止是无法立足，俸禄都没了。这么大一个府，上上下下几百口人，吃什么喝什么？都是你这个丧门星，来了这么久就知道吃喝拉撒，将军醒来的迹象丝毫都无，现在连将军府都没了，你就是个克星。没错，扫把星，当初就不该让你进门冲喜，现在好了，喜没冲成，反倒把整个家都给克倒了。二嫂，你这身衣服是云锦阁新出的秋款吧？料子真好。
二嫂被他这没头没脑的一句话问得一愣。你什么意思？三嫂头上的这只东珠发簪光泽圆润，至少值500两银子吧？三嫂的脸瞬间涨成了猪肝色。现在哭有什么用呢？有这力气，不如赶紧把自己的首饰细软收拾一下，看看哪些值钱，哪些不值钱。往后的日子可都要靠这些东西换米下锅了。哦，还有这些大家伙，也不知道能卖多少钱，搬起来还挺费劲的。再说了，二哥三哥不是还有俸禄吗？一瞬间，整个世界都安静了。二嫂和三嫂像是被掐住了脖子的鸡，张着嘴，一个字都说不出来。林小鱼在进行了一番沉痛的资产盘点后，终于接受了自己暴富梦碎的现实。他攥了攥拳头，不行，绝对不行。他的人生信条就是躺平，但躺平也是有门槛的。想舒舒服服的躺，就得有钱有闲。现在有人想砸了他的饭碗，掀了他的躺椅，让他从咸鱼贵妇变成贫穷打工人，这触及了他的底线，绝对不能忍。他走到床边，望着那张依旧俊美的毫无生气的脸。兄弟，这下好了，铁饭碗砸了，你被开除了，也失业了。看样子我这躺平混吃等死的好日子是要到头喽。你到底是得罪了哪个天王老子，还是真的在战场上指挥不当才被人撸了官？我的恒啊，不能让你这么一直躺下去了，我得改变策略，让你早点醒过来。林小鱼拿起一根最细的银针，在指尖轻轻捻动。忍一下吧，老公，不然这将军府就完了，我的饭票也就彻底作废了。与此同时，灯火通明的致远堂，过几日我们就搬出这将军府，绝对不能让老四的事情影响了你我的前途。二哥，这么做会不会太急了？母亲那边，母亲现在一门心思扑在那个冲喜的丧门星身上，哪里还顾得上我们啊？你看看这将军府，哪一样开支不是流水似的出去？如今老四倒了，俸禄军饷全停，光靠我们这点俸禄，你觉得能撑几日？萧南的脸色更加难看了。他只是个3品文官，俸禄本就不多，平日里全靠将军府的补贴才能维持体面。可这毕竟是我们的家，这毕竟是我们的家。家？老四风光的时候这是家，现在他是个废人，这里就是个无底洞，会把我们所有人都拖下水。我们搬出去还能保全自身，留下来就是一起等死。你想想，圣上收回官位是什么意思？就是对整个将军府的敲打。咱们再不跟老四划清界限，下一个被清算的就是我们兄弟了。要不是有主子保着我们，估计被革职的就不仅仅只有他一个人了。二哥，我听你的。萧震终于下定了决心，眼中的犹豫被一丝狠厉取代。先别急，这将军府还是有一些产业的，等我们从母亲手里拿过来就走。听竹院捻着银针的手指稳定下来，精准地刺入了他胸前的穴位。第1针稳稳落下，时间在寂静中缓缓流淌。1刻钟后，萧恒的上半身已经落了7、8根银针。林小鱼额头上渗出细密的汗珠，这比他上辈子连续加班72小时还要耗费心神。不是吧，兄弟，一点反应都不给啊！好歹配合一下，动动手指头也行啊。就在他准备放弃，打算明天再战的时候，他眼角的余光似乎瞥见萧恒搭在身侧的右手小指极轻微的蜷缩了一下，动作很小，小到林小鱼以为是自己眼花了。他立刻俯下身，死死盯住那只手，1吸2吸3吸，那只手又恢复了寂静，再无任何动静。是错觉吗？有门儿。致远堂的萧震和萧南已经彻底敲定了计划。明日一早，我们就去母亲那里，把现有的、值钱的都要拿过来，姿态要做足，配合要到位。母亲为了老四，为了萧府，定会答应。这样既全了我们的名声，也断了后顾之忧。二哥想得周到，只是那个林氏一个冲喜的傻子罢了。
哪里是什么高手，定是那晚碰巧让杀手看走了眼。等我们搬走，这府里的大山压下来，我看他还能怎么躺平。兄弟二人相视一笑，仿佛已经看到了将军府彻底败落，而他们则在外面另起炉灶，逍遥快活的场景。喂，火阎王！林小鱼把他的手放在自己脸颊上蹭了蹭，声音里带着一丝赖皮的撒娇。你可得快点醒过来呀！再不行，你老婆我可就要被人当成傻子扫地出门了。主堂之内，萧母一夜未睡，脸色蜡黄，嘴唇干裂。她勉力支撑着虚弱的身体，端坐在主位上。母亲，四弟如今遭此重创，外面那些人哪个不是虎视眈眈，等着看我们家的笑话，甚至想上来踩一脚。为今之计，只有将府里的产业集中起来，由二哥统一打理，才能拧成一股绳，共度难关啊！母亲，儿子不才，但是为了将军府，为了把四弟治好，儿子愿意一肩担起这份重担，哪怕是呕心沥血，也要保全我萧家基业。是呀，母亲，二爷向来稳重，交给他我们都放心。母亲，您要保重身体，切莫再为这些事操心了。你要是再有个三长两短的，叫我们这些儿媳妇儿怎么活呀？言语间满是孝顺体贴，仿佛他们才是萧母的亲生女儿。看着眼前这出堪比年度大戏的兄友弟恭，妯娌和睦，编辑真浮夸呀！这些人目标倒是很明确，夺权夺产。萧母本就没有主心骨，如今听他们说的情真意切，看到萧家如此情况，又见二儿子跪地不起，一副忠心耿耿的模样，心中那杆秤早已歪到了天边。张嬷嬷，去把府里所有产业的账本地契都拿过来。很快，几个下人抬着几只沉甸甸的红木箱子走了进来。箱子打开，里面是码放的整整齐齐的账本、房契、地契，还有一摞摞黄澄澄的金条和白花花的银锭。如今萧府到了危机时刻，我也老了，是该交给你们去好好当家了。京城东市那几间最赚钱的绸缎庄，还有城南的米粮铺子，都交给老二去打理。这些铺子口岸好，人流量大，万不可出了差错。谢母亲信任，儿子定不负所望。城西的几处茶楼，还有城郊那几百亩良田，每年收成稳定，也一并给你。这是府里的大头进项，你要好生经营。老三呐，你性子活泛，就帮你二哥多跑跑腿儿。库房里的5万两黄金，你们拿去周转，务必要让铺子里的生意稳住。房契也一并交于你们两兄弟，望你们齐心协力，早日恢复萧家荣光，早日治好你们弟弟。是。萧母毫无保留，基本上指点前的家当都毫无保留地把希望寄到2个儿子身上。分完了大头，萧母的目光终于落到了林小鱼身上。萧母随手从箱子底扒拉出几张又旧又薄的纸。你一个妇道人家，也管不了什么大事。这几间铺子是恒儿早年间置办下的，一直荒废着，没人要。还有城外那片荒地，也一并给你吧，好歹也能种些菜，为萧府减轻一些负担。整个主堂瞬间陷入一种诡异的寂静。林小鱼低头看着茶几上那几张薄如蝉翼的契纸，这偏心简直偏到胳肢窝里去了。种些菜，为萧府减轻一些负担，我传说是来躺平的，现在你这老太太是让我去当菜农啊？怎么，植物认儿子就不是儿子啦？植物认儿子就不是儿子啦？你们趁着他睡着了，就这样把他的劳动果实就这么窃取了？还有没有天理？还有没有王法了？林小鱼刚想着说几句，那萧母就被张嬷嬷扶着进了内屋。回到听竹院，林小鱼一肚子火，走到床边，看着那个躺在床上一动不动的男人萧恒，若不是他胸口还有微弱的起伏，真的跟死人没什么两样。分家时的喧嚣与屈辱，在这一刻尽数化为了满腹的委屈与怒火。林小鱼一屁股坐在床沿上，胸口剧烈的起伏着。萧恒啊，萧恒，
你冲喜点女人点谁不好啊？偏偏要点林小鱼。我好不容易穿过来，以为能当个有钱有闲的富婆，结果呢，我这富婆的日子才过几天啊，就这么没了。他越说越气，又忍不住戳了一下。你看看你的好母亲、好哥哥、好嫂嫂，我还有气儿呢，他们就这么迫不及待的把你的家产给分了，就给了我50亩鸟不拉屎的荒地。50亩啊，你听见没有？我上辈子加班加到猝死都没有见过这么多地，那可是荒地呀，能干啥呀？种金子吗？他的声音里带着哭腔，却一滴眼泪都挤不出来。你快醒醒吧，你的家产都被你好哥哥们抢走了，再不行，你老婆我就要带着你的50亩荒地去西北喝风了。他对着那个昏迷不醒的人一通输出，仿佛要把所有的怨气都发泄出来。等发泄完了，心里的火气也消散了大半，只剩下一种无力的疲惫感。这事儿总归不能全怪他。叹了口气，林小鱼从床沿上站起来，转身坐在了窗口，支着下巴望向了天上那轮清冷的明月。老天啊，你对我林小鱼不公平啊！上辈子卷生卷死，好不容易能喘口气，你一脚给我踹到这儿来了。来了就来了吧，嫁给个植物人我也认了，至少吃喝不愁，还能提前过上退休生活。可现在算怎么回事啊？难道这辈子我就是个可怜命吗？他吸了吸鼻子，心里泛起一阵酸楚。从来到这个世界，他就像一叶浮萍，无根无依。本以为将军府是个可以暂时躺平的避风港，没想到这么快就翻了船。只是稍微疲惫的身影后面，他没看到，在那张寂静的床榻之上，那个被他戳了半天、骂了半天、被判定为植物人的男人，长长的睫毛不受控制地颤动了好几下，细微的动作在静谧的夜色中无人察觉。紧接着，那双紧闭了数月的眼皮也微微动了动。去，把二爷和三爷都叫过来。姜母声音里透着难以掩饰的虚弱。林小鱼一手端着个青瓷碗，另一只手拿着勺子，正小口小口地往嘴里送着什么。你给我站住！萧母看着他那副没心没肺的样子，气得浑身发抖。你看看你还有心情吃东西？将军府都成什么样了？你这个灾星，你平时疯疯癫癫也就罢了，现在还跟个没事人一样，你的良心是被狗吃了吗？林小鱼不紧不慢地咽下嘴里的白粥，米粒的清甜还在舌尖萦绕。人是铁饭是钢，一个不吃饿得慌，就算是天塌下来也得先填饱肚子不是，不然哪有力气扛着呀？你还敢顶嘴？萧母气得眼前发黑，一手抚住胸口，大口喘着气。你看看你那两个嫂嫂，哪个像你这般没心没肺？他们为了将军府上下奔走，忧心忡忡，茶饭不思，这才是为人媳的本分。你平时没有他们贤淑孝顺就算了，现在还这般不明事理，他们才是真正一心向着将军府的人。你呢？你就是个祸害，是个只知道自己吃喝的白眼狼。老夫人，出什么事了？慌慌张张的，成何体统？老夫人，不好了！二爷和三爷，他们不知道什么时候带着家当细软全都搬走了，院子里都空了，什么都没剩下，连个人影都找不到了。这一晴天霹雳，威力一点都不差于昨日的圣旨，直接劈得萧母眼球上翻，又直挺挺地倒下去了。昨日是孝子，今日就跑路，这剧情实在太炸裂了。府里像是炸了锅的沸水，咕嘟咕嘟地冒着滚烫的名为恐慌的气泡。才踏出主院，一个衍生的婆子就跟一阵风似的从林小鱼身边刮过，怀里紧紧抱着一个沉甸甸的蓝布包袱。
那包袱角里还露出一截明晃晃的银簪子。哎，你听说了吗？二爷和三爷卷了这将军府里最值钱的东西跑了。何止呀！我刚从老夫人院里过来，说是老夫人一口气没上来，直接晕过去了。天爷呀！将军昏迷不醒，老夫人又倒了，这府里是要塌了呀！快别说了，咱们也想想后路吧。这府里没了主心骨，还不是任人宰割？两人惊惶地对视一眼，随即像两只受惊的兔子，一溜烟地消失在抄手游廊的尽头。跑路了，库房空了，老夫人晕了。这些词汇组合在一起，在他脑子里自动翻译成了一行加粗加红的血淋淋大字：警告，你的长期饭票即将失效。床上，萧恒依旧安静地躺着，他睡得那么安稳，眉眼舒展，长长的睫毛在眼下投出一片浅淡的阴影，仿佛外面天翻地覆也与他无关。喂，萧恒，我的恒啊，你可真是睡得沉呐！外面都快翻天了，你知道吗？你的好二哥好三哥带着你用命骗来的金银细软跑路了，你老妈可是什么都没留给我们呀，他们是连夜跑的，谁都没有反应过来，估计这会儿啊都出城喝庆功酒去了。还有你妈那个天天想给我立规矩的老太太，哎呀，她老人家呀，听了自己孝顺的二儿子三儿子跑路的这个好消息呢，直接给气晕过去了，现在还不知道是死是活呢。整个将军府现在群龙无首了，下人们该跑的跑，该偷的偷，再过1个时辰，估计这偌大的宅子就只剩下我们2个了。到时候谁给我们做饭，谁给我们洗衣服？难道要我这个娇滴滴的少夫人亲自下厨吗？他站直身子，双手抱胸，居高临下地审视着他。小恒，我跟你说，事情很严重，你再不行，你这将军府可真就要玩完了。到时候咱俩可就得卷着铺盖睡大街去了。你这张脸倒是可以考虑去街头卖艺，就是不知道你这昏迷不醒的才艺有没有人愿意打赏啊？他自顾自地说着，说到最后自己都觉得有些荒唐。他站起身，在不大的房间里来回踱步。哎呀，你倒是给点反应啊，你不是战神吗？不是活阎王吗？你的威一风呢？再不行你的家就没了，你的老婆我也要考虑跑路了。我告诉你啊，小恒，我这人没什么优点，就是特别能屈能伸，特别现实。你要是真成了个空客将军，我可不会陪你喝西北风的。这冲洗的活就算干完了，我卷了我的小金库，立马就去找夏家。话虽说得狠，可他的手却不自觉地伸了过去，替他将被角掖得更紧了一些。林小鱼看着他，看着这个她名义上的丈夫，这个算是给了她穿越过来这个世界安身之所的男人，心底某个地方忽然就软了一下。算了，哎呀，跟你说这些有什么用啊？你快点醒过来吧，不然我一个人撑不住啊。入秋了，第二天一早，林小鱼在踏入主堂时，一股萧瑟的冷风便从空荡荡的门廊灌了进来，空气里弥漫着一种树倒猢狲散的凄凉。吴管家，将军府待你不薄，你是要做着忘恩负义的白眼狼吗？将军府待你不薄，你是要做着忘恩负义的白眼狼吗？张嬷嬷，话可不能这么说。嘿嘿嘿，这就叫识时务者为俊杰。将军府现在是什么光景，你还没看清楚？他的声音不大，却字字句句都像冰锥子，扎在张嬷嬷心上。门楣倒了，将军成了个半死不活的人，老夫人被气得昏迷不醒，就连二爷三爷那样的亲兄弟都拍拍屁股不要这个家了。我一个外姓人还留在这里喝西北风吗？毫不客气地将那对小巧精致的青釉花菇抱进了怀里。他抱着花菇，看也不看张嬷嬷铁青的脸色，径直朝着大门走去。小夫人，看在将军还人事不省的份上，您就高抬贵手，给萧家
留点东西吧。哎，这萧府上下哪还有什么好东西了？说起来，我这命是真不好，比不上二夫人、三夫人他们。人家有活蹦乱跳的老公收拾细软，带着一起跑路。我呢？他伸手指了指听竹院的方向。我的老公他还直挺挺的在床上躺着呢，别说带我跑路了，他自己能不能翻个身都难说。这种情况下，你告诉我，我能跑到哪里去啊？所以呀，还是老老实实待在这将军府里，继续躺着吧。听到此话，张嬷嬷却心一暖。原来这四夫人虽然平时看起来傻乎乎，嘴上不饶人，但心底却比那其他2位夫人好得多。老奴替老夫人，替将军，替萧家，谢谢萧夫人。听竹院倒是比外面整洁一些，至少没有满地狼藉。昨晚他也私藏了一些值钱的物件，总不能真的什么都无所谓，躺平也要基础啊。你不走吗？回夫人，春杏自小无父无母，是将军小时候看我可怜把我带回来的。将军府就是我的家，我哪里都不去。他的眼眶有些红，但眼神里没有半分迷茫。这世上原来真的有这样纯粹的知恩图报。好，那你就陪着我一起把这将军府再支棱起来。少夫人，你也不走吗？走？为什么要走？你看这院子，这房子，这满院子的花草树木，还有那些他们搬不走的大家具，如今他们走了，那不就都是我的了吗？我开心还来不及呢。夫家败落，满门星散，他非但不哭不闹，反而像个捡到宝的财迷，兴高采烈地盘算起家产。这位少夫人的脑子构造似乎和常人不太一样，更是那一句一起把这将军府再支棱起来，让春杏眼角噙满了泪珠。谢少夫人，春杏一定陪着您，将军一定会醒过来的，萧府一定会好起来的。将军府的天塌了，户部的人来得比催命的鬼差还快，身上穿着公服，脸上挂着公事公办的冷漠。府里剩下的人乱作一团。完了，全完了。母亲，别慌，只要躺得够平，悲伤就追不上我们。萧母的哭声卡在了喉咙里，整个人都愣住了。您看啊，至少这房子他们搬不走啊，咱们还有个遮风挡雨的地方，而且我们不是一无所有。您忘了，您之前分给我的那些家产不都还在吗？萧母的脸白了又青，那些东西哪里是家产，分明是他当初为了羞辱这个冲喜媳妇，从箱子角落里扒拉出来的垃圾。您看啊，京城外那几十亩薄田虽然贫瘠了点，据说种啥不长，连草都长得有气无力的，但面积大呀，躺在上面打滚，地方宽敞啊。还有城西角落那几间铺子，虽然快倒闭了，但好歹是个实体产业。我昨天去看过了，那个棺材铺位置不错，背阴凉快，夏天都不用开空调，客户群体也稳定，毕竟谁家还没个生老病死呢。以及那几袋子陈年粗粮，我尝过了，是有点硌牙，但胜在管饱啊，而且特别耐放。我怀疑这玩意儿的保质期能跟咱们脚下这块地一样长。这一番话像是一把淬了毒的钝刀，一刀刀扎在萧母心上。他当初给出的每一件东西都是一把射向林小鱼的利剑，带着轻蔑和厌恶。悔恨的泪水再次涌出，他看着眼前这个眼神清澈，正儿八经帮他分析棺材铺前景的儿媳妇。我当初我真不该那样对你。这事儿不怪您，换我儿子半死不活的躺床上，突然塞过了一个八竿子打不着的姑娘冲洗，我也自不能把萧府的未来交到他手上。人之常情，基本操作，您别往心里去。他的话简单直白，甚至带着几分粗糙的道理。再说了，您信你2个儿子也没错呀，母子连心，天经地义。只是谁知道你那2个儿子丧尽天良，半死的弟弟不要算了，连老娘也不要了。他看着林小鱼，这个被全京城当成笑话，被他视为丧门星的女孩，
在萧家最大的灾难面前，成了唯一一个站着的人。人群之外，二房的萧二爷揣着手，嘴角挂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得意。昨日他用这将军府的房契跟做丝绸生意的张老板换了3000两银子，他身旁的二夫人更是毫不掩饰，正和几个平日里爱嚼舌根的夫人低声说着什么。你这个不孝子，你这个不孝子。他一生重规矩，要脸面，何曾想过这偌大的将军府竟会以这样耻辱的方式易主。娘，您先别急着上火。娘，您看，事已至此，生气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气坏了身子，医药费还得我们自己掏，多不划算。娘亲，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四弟昏迷不醒，如今留着这将军府开销又大，我这也是为了萧家着想才出此下策呀。这房契也是当初爹留下的，按理说……行了行了，知道啦。二哥，别整这些虚的了，大家都是成年人，你那点小心思就差直接刻在脸上了。咱们打开天窗说亮话，今天我们搬，对吧？萧二爷被他这直白的话噎了一下，脸上一阵青一阵白。都别哭了，哭能当饭吃还是能当房住？赶紧的收拾东西，准备转场。少夫人，我们能去哪儿啊？现在还有什么办法？跟我走就行。张嬷嬷，锅碗瓢盆，特别是那口你用的最顺手的大铁锅必须带上啊，这可是我们的核心生产资料。春杏儿，把所有能带的被褥都卷起来，重点保护对象是将军那床云锦被，看着就暖和，冬天能扛冻。哦，对了，还有2个最重要的行李，一个植物人老公，一个快气晕版已经全身虚脱的婆婆，打包一起带走。我还没晕呢，我哪里都不去，死也要死在这里。母亲，你是没弄清楚，就算你死了，现在估计也只能死在这门口了，死在里面是不可能了。整个将军府就在林小鱼这种堪称奇葩的指挥下，展开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搬家大作战。一辆吱吱呀呀的破旧板车就成了他们全部的交通工具。萧恒，那位令人闻风丧胆的活阎王，此刻正安安静静地躺在板车上。我的恒啊，你的好日子也到头了。林小鱼倒是不以为意，他坐在车沿上晃荡着双腿。少夫人，您怎么一点都不难过？难过啥呀？有什么用啊？难过，难道我们的房子就会回来？那些个贱人就会把将军的家产还回来？不会吧？那难过啥呀？哎呀，只是换个地方躺平而已。再说了，你没听过一句话吗？只要我跑得够快，难过就追不上我。我们现在这是战略性转移。车轮滚滚，碾过京城繁华的街道，最终停在了城郊一处田庄旁的破旧小院前。萧母扶着门框，只看了一眼，便眼前一黑。早知道当时分家产的时候，就给这老四一家多留几间好的，除了怪自己，他还能怪谁？看看这采光，全景天窗，通风效果一流。再看看这满院的绿植，纯天然氧吧，风水绝对是上等的风水宝地。众人无语。萧母看到此时的场景，情绪激动地说：我打死也不住在这儿。母亲，方才你说打死都不离开将军府了，还不是离开了？这不是没办法的事儿吗？我还有一些银子，就能换个号。喏，母亲，你还要不要给他治病了？现在朝廷可不管他了，太医也不来了。萧母立刻垂下了眼眸，长叹了一声，终是接受了现实。张嬷嬷，你会烧饭吗？会，估计不会有府中那般好了。哎，特殊时期特殊对待，能填饱肚子比什么都重要，饿不死就有希望。天色刚蒙蒙亮，兄弟，翻个面儿，A 面煎完了，煎 B 面。他一边嘟囔，一边使出吃奶的劲，试图把床上那个昏迷不醒的男人翻个身。我说，你能不能稍微配合一下，就动一动，给我个支点呢，我好撬动你的整个身体啊。男人毫无反应。哎呀，搞定一个。
端着一碗黑乎乎的药汁走向隔壁房间。今日一早，萧母就突感不适，或许是得了风寒，或许是这几日所有的一切变故的确让她再也撑不住。母亲，喝药了，知道苦，良药苦口利于病，您就当这是京城最新款的养生特调，1天1碗，百病全消，还美容养颜，外面想喝都得摇号呢。萧母被他这套说辞弄得一愣，脑子还没转过来，摇号是什么？苦涩的药汁已经被灌进嘴里。你好好歇着，有些事儿急不得，事到如此，只能步步慢慢来喽。萧母闭着眼睛，算是回应。自从将军府倒了，家产全无，这个他曾经只当作工具，最看不上的冲喜媳妇，反倒成了唯一的依靠。萧恒啊萧恒，你再不行，我这个给你冲喜的就真得去给阎王爷冲业绩了，到时候咱俩买1送1，黄泉路上还能搭个伴儿。不过我可不想跟你睡一个坑。他说着说着，脑子里忽然灵光一闪，坑，棺材，哦对啊，他想起来了，当初因为那家铺子地段偏僻又晦气，才被老夫人分了下来，地契就在他这儿，现在早已是空屋。棺材铺目前总要想着搞点收入啊，可这业务也太垂直了点儿，客户都是一次性的，还没法给好评返现，复购率基本为0，这商业模式不行啊，得改。他拿着地契在屋里踱步，叫什么好呢？人生终点服务站，听着像个驿站，不够高端呢。安溪盒子专卖店，又有点过于直白了。咸鱼火锅店，对呀，就做火锅，这个我擅长啊。对呀，就做火锅，这个我擅长啊。今天挖到野菜就煮野菜，明天摸到河鱼就煮河鱼，有什么煮什么，完美契合我的企业文化，能躺平就绝不内卷。他越想越觉得这个主意妙极了，启动资金没有，货源那几十亩田有机会。咸鱼杂货铺创业企划 V 1.0， 项目目标咸鱼火锅店，暂定企业文化随缘开张，佛系经营，爱买不买，开心就好。3主营业务，第1阶段火锅，视当天采摘情况而定。4目标客户，方圆5里内所有喘气的活物。5启动资金。6盈利预期，先赚出这几口生活费钱和老公的医药费。老公，看见没，咱家的商业帝国就从这儿开始了，你安心睡，等我把你睡成京城首富的男人。微辣是底线，中辣是起点，特辣是信仰。这少夫人又在想着什么？春杏儿，上次在厨房那火锅你吃了吗？少夫人，我吃了。好吃吗？春杏从来没吃过，很新奇，很特殊。火锅，那可是凝聚了山城人民几千年智慧的结晶，是集美味、社交、烫嘴于一体的伟大发明。既然好吃，那不妨我们开个火锅店如何？看到没？造句图纸，用餐桌椅布局，核心配方，运营策略，引流爆款我都想好了。活阎王夫人秘制，一口送你去见他老人家。广告词劲不劲爆？就问你怕不怕？春杏吓得手一抖。夫人慎言啊，将军他在隔壁躺着呢，这话让他听见都不吉利。他下意识地往隔壁紧闭的房门方向瞄了一眼，仿佛那活阎王下一秒就能从床榻上坐起来找他们算账。怕啥？你家将军睡得比那石头还沉，打雷都劈不醒。再说了，噱头懂不懂？黑红也是红，先把人唬过来，等尝到咱的惊天地泣鬼神的美味，保管他们哭着喊着再来。到时候铜板、银子、金元宝哗啦啦的流进来，咱们就能躺在这钱堆上，实现真正的咸鱼终极奥义，躺着数钱。他越说越激动，仿佛已经看到金山银山在向他招手，完全无视了春杏那张夫人怕不是疯了开始说胡话的惊悚表情。走，跟我去见 CEO， 呸，去见老夫人。
林小鱼雄赳赳气昂昂地走在前面，手里捏着他那几张价值千金的火锅计划书。春杏带着忧心忡忡的眼神，最终还是默默跟上。母亲，萧老夫人半倚在垫着棉絮的硬榻上，此刻正定定地看着走进来的林小鱼，带着一丝难以察觉的，连他自己都不愿承认的微弱期盼。您今天气色看着好多了。张嬷嬷说您早上还喝了小半碗糊糊，好兆头啊！这说明什么？说明咱们萧家的气运，它要触底反弹啦。萧老夫人嘴角似乎极其轻微地牵动了一下，她没力气说话，只微微抬了抬枯瘦的手指。娘，您看，这就是咱咸鱼集团，不是咱萧家起死回生的关键，翻身农奴把歌唱的希望之光。此乃火锅，集天地之灵气，聚日月之精华，一口锅煮乾坤。您看这设计，中间凸起，形似火山，火力集中，汤沸肉嫩。这环绕四周的凹槽呢，名为9宫格，一锅可涮9种食材，满足8方来客不同口味。您再看这鸳鸯锅，红白双色，阴阳相济，辣与不辣任君选择。咱的核心竞争力就是这秘制汤底，配上我独家秘方，保管香飘10里，勾魂夺魄。到时候咱们就在城西那破铺子门口支起锅灶，挂上招牌咸鱼牌火锅，活阎王夫人秘制，一口入魂，2口升天，保证客似云来，财源广进。咱就能给娘你买最好的药，换最软的被子，把咱将军府的大宅子风风光光赎回来。他一口气说完，小脸激动得通红，眼睛亮得像饿了3天的狼看见了肥肉。房间里死寂一片，张嬷嬷紧张地绞着衣角，大气不敢出。春杏低头盯着自己的鞋尖，仿佛要看出朵花来。萧老夫人浑浊的目光落在那几张鬼画符般的图纸上，那上面画的东西，她闻所未闻，见所未见。这丫头是真疯了，还是破罐子破摔呀？打算把萧家最后一点脸面也豁出去换铜板。绝望，一股更深的冰凉的绝望从老夫人枯朽的心底蔓延开来。完了，萧家是真要完了，落到这步田地，连这最后留下来的冲喜丫头也彻底魔怔了。指望她，还不如指望床上那个活死人突然蹦起来。母亲，她枯瘦的手颤抖着，摸索着伸进自己破旧里衣的夹层。她掏出了一个荷包，还有一只样式极其古朴、暗淡无光的旧银簪。拿去，这是娘最后一点提及。还有这只簪子，这是当年我娘给的嫁妆。娘信你这一回。老夫人，这可是您最后的念想了呀！夫人您别……林小鱼愣住了，她看着萧老夫人那双认命却又孤注一掷的眼睛，那里面没有期待，只有一种横竖都是死，不如让你试试的苍凉。萧家现在也只能信你了。母亲，您放心，就算您和张嬷嬷、春杏一起投的原始股，我林小鱼今天立下军令状，这咸鱼牌火锅城它开定了，开张之日就是咱们咸鱼集团，就是咱们萧家翻身之时。到时候我给您分红，大大的分红，让您天天躺着数钱，数到手抽筋。这簪子我给您留着，等咱赎回了大宅子，我给您镶上鸽子蛋那么大的宝石，让萧南萧震那2个瘪犊子看了，眼珠子都得掉下来当泡菜。他这豪言壮语一出，那股子沙雕的劲儿又回来了，但此刻听在萧老夫人耳中，却奇异地驱散了一丝绝望的寒意。夫人，老奴我这点棺材本也给夫人了，我也信夫人。他豁出去了，横竖都是个死，不如信这疯疯癫癫的夫人一回。夫人，我只有这么多。林小鱼看着眼前这3份投资，一份是老太太最后的倔强和信任，一份是老嬷嬷豁出去的棺材本，一份是小丫鬟全部的家当。这哪是钱，这他妈是3条命，
是整个将军府废墟上最后几根没被压垮的脊梁骨。他猛地吸了吸鼻子，把那点不合时宜的酸涩压下去。好，原始股东班子今天正式成立，我林小鱼，咸宜集团 CEO 兼首席技术官。母亲，您就是咱们的终身荣誉董事长。张嬷嬷，后勤保障部总监。春杏，行政运营兼形象代言人。咱们的咸鱼火锅必将成为京城餐饮界一颗冉冉升起的辣死人不偿命的新星。豪情万丈地指向门外那破败萧瑟的庭院，仿佛已经看到了未来人声鼎沸、红汤翻滚的盛景。成了啊，兄弟，看见没？萧恒同志，睁大你那沉睡的卡姿兰大眼睛，好好看看，这是什么？这是你娘，咱萧氏集团终身荣誉董事长压箱底的嫁妆，最后的倔强，孤注一掷的信任，全压你老婆我咸鱼集团 CEO 林小鱼女士身上了。这叫什么？这叫天使轮 A 轮融资大成功。他激动的又是一拍大腿，身下的门槛嘎吱一声。兄弟，我知道你现在处于深度战略休眠状态，意识可能在某个高维度空间畅游，但作为咱萧家目前唯一的雄性象征兼未来的吉祥物，你有必要也有义务聆听一下你老婆我那足以载入商业史册的伟大商业蓝图。他一边口若悬河，一边极其熟练地从梳妆盒里拿出银针，本着死马当活马扎，闲着也是闲着，万一扎出个奇迹呢的三重原则。林小鱼每天雷打不动给萧恒进行穴位深度沟通，捻起一根最长最粗的针，对着萧恒头顶的百会穴虚空比划。咱们的咸鱼牌火锅城核心战略就一个字儿：炸！炸翻这群土包子们的味蕾认知，炸出一条咸鱼翻身的通天大道。银针稳准狠地扎了下去。核心武器锅底，红汤必须是滚油泼辣子，牛油打底，花椒麻椒魔鬼椒三位一体。他越说越兴奋，手起针落，又一针扎向萧恒的太阳穴，然后食材矩阵，毛肚7上8下，脆爽弹牙，黄喉涮烫10秒，口感赛神仙，鸭肠处理干净，卷曲如龙须，这3样合称阎王殿3脆，往那翻滚的盐蓉锅里一涮，保管让他们吃得灵魂出窍，欲仙一死。他激动的又抽出一针，瞄准萧恒的合谷穴。妈呀！哎呦我操！萧恒兄弟，萧老板，萧总监，不带这么吓人的。你这植物人听众反馈机制也太硬核了吧！诈尸前摇能不能给个温和点的信号啊？比如先放个屁，或者打个呼噜拐个弯。你这突然搞个9阴白骨爪的雏形，是想提前送我这个 CEO 兼你的长期饭票供应商去见你本家阎王爷吗？可床上之人之后便再也没了动静。哎，看样子兄弟还是任重而道远呢。入秋的寒风跟特么开了狂暴的哈士奇似的，在破院子里撒欢。没暖气，没地暖，没暖宝宝，真是纯靠抖腿发电呢。老公，如果把你当个大型暖宝宝不算猥亵吧，反正我们结婚了。刚贴上那有温热的胸膛，门吱呀一声，张嬷嬷端着盆水进来，林小鱼一个咸鱼打挺，差点把被子掀飞。嬷嬷早啊！小脸倒是难得羞得通红。哎，少夫人，早，您继续。林小鱼一阵疑惑，继续什么？擦完了老公，林小鱼又端着药去了婆婆的房间。母亲，药好了，趁热喝，我吹过了，不烫嘴，一口闷，帮您原地恢复。这丫头以前不是能躺着绝不坐着吗？现在起得比鸡早。给恒儿擦身，给我煎药，图什么呀？图将军府泼天富贵。现在将军府树倒猢狲散，就剩个空壳子了，连下人都跑光了。图恒儿
恒儿现在还躺着，跟个活死人没区别。你这些日子辛苦你了。嗨，不辛苦，命苦啊！不是，我的意思是为人民服务应该的。您可是我娘，将军是我室友，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嘛。萧母又是一阵无语，室友，这又是什么心思？两人深一脚浅一脚踩在地上。天哪，说好的良田呢？这他妈是良田？这分明是被陨石雨淋过800遍的史前战场吧！枯黄的草杆子比姚明还嚣张，迎风浪啸，活像一群开了嘲讽的绿色杀马特。就这种菜，辣椒苗来了都得哭着喊妈妈。唉，少夫人，甭看了，您就死心吧。这地呀，邪门，种啥死啥，眼前种的能齁死海王了，白送都没人接着烫手山芋。盐碱地。林小鱼眼睛噌的亮了。嬷嬷，格局打开，这地不是废了，是没运上队的伯乐。扒拉开枯草和石头，抓起一把土，这玩意儿一股子咸涩味直冲天灵盖，比老坛酸菜还上头。这 pH 值起码9.0往上啊！张嬷嬷听得一脸懵逼。P 啥值？您说的这不重要，嬷嬷您就瞧好吧，看我如何让这片不毛之地变成菜园的快乐老家。从良田回来，手里捏着一小撮红彤彤皱巴巴的玩意儿。张嬷嬷说的辣子就是在墙根摘的野猪鱼。林小鱼鼓起毕生勇气舔了一丁点，一股诡异、尖锐、带着点土腥和涩味的辣直冲天灵盖。与其说是辣，不如说是化学攻击。不到半天，花椒、姜块、大蒜头、野山椒，甚至还有春杏寻来的神秘兮兮的据说能辣死牛的某种树根粉末，都摆在了桌子上。厨房瞬间变成生化武器小型研发基地。同志们，科学实验严谨第一。春杏记录，第一组猪鱼主力，花椒辅助，姜蒜微量。张嬷嬷，火候控制，中火熬它。辣呢？麻呢？灵魂呢？这玩意儿涮鞋底都嫌没味儿，差评，重来。毕竟失败是成功的后妈。一整晚，破厨房时刻都在上演着味觉酷刑，失败品堆积如山。张嬷嬷从一开始的造孽到后来的麻木，甚至能面不改色地把第13次失败品倒进泔水桶。林小鱼熬得眼圈发黑，跟个修仙走火入魔的似的，嘴里就没好过，舌头常年处于我是谁我在哪的麻痹状态。就在他第 N 加一次，一股奇异的复合的带着点焦香、辛香、微麻还有一丝丝回甘的霸道气味猛地冲了出来。我靠，这味儿有点东西啊！紧接着是恰到好处的辛香，带着姜蒜的鲜，猪鱼那点邪辣被香料粉神奇的调和驯服，变成了一种有层次感的刺激。这玩意儿它甚至有灵魂了。成了，我操，成了！咸鱼秘制无敌香锅底料，就问还有谁？能吃比前头那些毒药强。少夫人，香，真香！林小鱼热泪盈眶，这评价堪比米其林3星。大笔一挥，咸鱼火锅4个歪歪扭扭的大字跃然板上。别说，丑的还挺有辨识度。嘿，成了！四面漏风的墙，歪歪扭扭的桌椅，缺胳膊少腿的碗碟，以及店中央那口霸气侧漏、咕嘟咕嘟开始熬底料的大铁锅。叙利亚战后风，纯天然无添加，要的就是这原生野趣。客人来了是吃饭的吗？不是，来体验末世生存的，这叫沉浸式餐饮，懂不懂？少夫人，这店名咸鱼火锅是不是太直白了点儿？听着就不像能发财的样子啊。嘿，直白，要的就是直白。咸鱼怎么了？
咸鱼也要翻身，咸鱼也能辣翻全场。明日试营业，嬷嬷，你把食材先准备好，准备接客。不，迎宾。天刚蒙蒙亮，锅里那熬了半宿的火锅底料正翻滚着暗红色的泡泡，散发出一种极其霸道的混合了辛香麻鲜的诡异香气，跟长了脚似的，拼命往人鼻子里钻。这味儿香得太上头了。哎，啥味儿啊？这么冲！哎，香，真香，香得我脑仁疼。哎，刘老头，闻着像不像上次你家炖那锅加了毒蘑菇的汤啊？呸！你才毒蘑菇呢。不过这味儿很邪性，勾人。看着那口冒着诡异红烟的大锅，再看看店里那叙利亚战后难民风的装修。小娘子啊，你这熬的啥仙丹呀？这味儿这么冲，怕不是哎呀，就是呀，你看这红彤彤的，看着就吓人。哎呀，别是毒药吧？啊，毒药？神他妈毒药啊！老娘熬了3天3夜，舌头都麻废了，你跟我说毒药？你咋不说这是王母娘娘的洗脚水呢？乡亲们，格局打开，这叫咸鱼秘制无敌快乐神仙汤，包治百病，包治嘴馋。不信我吃给你们看啊，看好了啊！他夹起一片涮的卷边，吸饱了红油的兔肉，吹了2下，在众人的注视下，嗷呜一口塞进嘴里，鼻尖瞬间冒出细密的汗珠。他张着嘴，像离水的鱼，疯狂哈气，眼泪唰的就下来了。哎呦，完了，真有毒啊！你看，他都辣哭了，鼻涕眼泪糊一脸。张嬷嬷捂脸，内心哀嚎。哎呦，祖宗爷，让你试吃，没让你眼喷火杂技呀！哎呦，完了，这下真成黑店了。就在所有人以为林小鱼下一秒就要倒地抽搐口吐白沫时，他又夹了一片肉塞进了嘴里。香，真他娘的香啊！过瘾，爽！辣怕个球，辣就是爽，辣就是灵魂，吃的那叫一个风卷残云，酣畅淋漓。他这以身试毒外加痛苦并快乐着的吃播现场，效果炸裂。娘的，老子就不信邪了！他是焦城杀猪的王大胆，出了名的啥都敢吃。小娘子，给老子也这一碗，跟你一样的多放肉，老子倒要看看是这汤毒还是老子的胃硬。好嘞，大哥敞亮，春香上家伙，给大哥整碗顶配快乐神仙汤，肉管够。一碗热气腾腾，红油翻滚，香气扑鼻的麻辣烫摆在了王大胆面前。所有村民屏住呼吸，伸长脖子，等着看王大胆是原地升天还是原地真香。王大胆看着那碗岩浆，学着林小鱼的样子，夹起一大筷子裹满红油的兔肉和菜，吹都不吹，直接塞进嘴里。时间仿佛静止了，1秒、2秒、3秒。香，真他娘的香啊！辣死老子了，但是爽过瘾，再来一碗。哇，王大胆说香，他都辣哭了还要再来一碗，这玩意儿真能吃，还好吃。好奇心混合着被勾起的馋宠，瞬间压倒了恐惧。小娘子，要不给我也来一碗？我也要，少辣点，尝鲜。给俺婆娘带一碗，她就好这口重的。破败的咸鱼火锅门口瞬间被汹涌的人潮淹没，刚刚还门可罗雀，转眼就排起了长队。林小鱼站在沸腾的大锅后，顶着被辣红的鼻头，看着眼前这荒诞又火爆的场面，内心的小人疯狂蹦迪。Yes， 首杀拿下 MVP 胜我，咸鱼翻身第一步成了。香味人声，铜板叮当声，混杂着秋风，在这破败的叙利亚小店上空
奏响了一曲荒诞又充满希望的真香交响乐。咸鱼火锅杀疯了！王大胆那涕泪横流的真香咆哮，效果堪比顶级带货主播。一上午的时间，破店门口那口熬着生化武器的大锅成了交城最热门的打卡点。哎，听说了吗？东城那家破店，王大胆吃哭了还要吃。啥玩意儿能把杀猪的吃哭？毒药？屁！王大胆说香，是辣哭的，是香的。一传十，十传百。刚午饭后，咸鱼火锅那破败的叙利亚风门脸前，乌泱泱排起了长龙，男女老少伸长了脖子，眼巴巴瞅着那口翻滚着红油、喷吐着霸道香气的大锅。春香，收钱，麻利点，左边大娘3碗。嬷嬷，汤底快见底儿了，加水加料。哎呀，料多放，咱不差钱儿。不差那点料。有后面的乡亲别挤啊，排队懂不懂？再挤锅翻了，大家一起喝洗脚水。累那必须累，灵魂都快出窍了。但看着钱桶里越堆越高的铜板，听着食客们香，阔爷，再来一碗。孙二爷捏着鼻子，一脸嫌弃地扫视着破败的店面。这不是咱们将军府的少夫人吗？哟，这是改行当厨娘了，在这破地方卖着红乎乎的汤水。周围瞬间安静了不少。少夫人，这人不好惹，是京都丝绸孙家的二爷。呀，我当是谁呢？原来是孙二爷呀！稀客呀！怎么着？您老爷闻着味儿来尝尝咱这红乎乎的汤水，再给您来一碗顶配的。林小鱼，你好歹也是将军府明媒正娶的少夫人，就算将军府如今不景气，你也不能如此自甘下贱，抛头露面，在这等阿扎之地操持这等贱业，将军府的脸面都让你丢尽了。萧老将军泉下有知，怕是要气得从棺材里跳出来。脸面？孙二爷，您老眼神不好使啊！您瞅瞅，这将军府他还有脸面吗？门楣早让人拆了，当柴火烧了吧？家产被某些体面人卷跑了吧？下人都跑光了吧？就剩我们几个老弱病残守着个活死人将军，一个病秧子老夫人，在这破屋里喝西北风。哼，脸面能当饭吃，能给我婆婆抓药，能给我那老公请大夫，能让我身后这些跟着我的老婆小丫头不饿死。我林小鱼今天就把话撂这儿，我不要脸了。只要能赚到铜板，让我婆婆吃上药，让我的人吃饱饭，让我的倒霉室友有口热汤续命。别说在这卖红乎乎的汤水了，就是让我去街上耍猴卖艺，我也干得出来。至于您老说的将军府脸面嘛，您要觉得这玩意儿金贵啊，您拿去挂您家祠堂供着，看他能不能给您下个金蛋。在我这儿，他不如这一勺汤值钱。哼，春香，给这位要脸面的孙二爷盛碗汤，算我请的，让他也尝尝这下贱的滋味香不香。好嘞，少夫人。孙二爷被那扑面而来的霸道辣气和林小鱼劈头盖脸的不要脸宣言震得目瞪口呆，看着对到鼻子底下那碗岩浆，脸都绿了。周围村民的眼神也从复杂变成了看热闹不嫌事大的兴奋。你粗鄙，不可理喻！哼，我们走，晦气！切，怂包！林娘子，霸气！说得好，脸面算个球啊！吃饱饭才是硬道理。别说啊，这林娘子还真跟一般妇人不一样。那孙二爷算个什么东西啊？也配来指手画脚的？我早看他们不顺眼了。张嬷嬷默默搅动着锅里的汤，看着林小鱼那被热气熏红却神采飞扬的侧脸，再看看钱桶里满满当当的铜板，心里那点关于体面规矩的残念被林小鱼那番不要脸宣言彻底碾碎。脸面，切，能换钱吗？能换来肉夹馍吗？能让我躺平吗？
不能，那就给爷爬。咸鱼翻身靠的是不要脸啊，呸，是艰苦奋斗。天哪，这客流量，怕不是把隔壁几个村的馋虫都勾来了。张嬷嬷，汤底快见底了，加料。咱现在有钱，辣椒面当不要钱撒。我操，二爷的眼线，这苍蝇闻着味儿就来了，动作够快的呀。咋的，想偷师学艺呀？还是想看看老娘的笑话？回去给那卷款跑路的白眼狼汇报丧家犬如何挣扎。一股邪火噌地窜上林小鱼天灵盖。哼，好你个二府，卷走老子的钱，害得老娘带着病号婆婆和植物人室友在这破地方喝风，现在还敢派人来窥探，真当老娘是 Hello Kitty 了？行，想来偷学是吧？老娘让你看个够，看个终身难忘。春杏儿，收钱，这位大娘2碗，多加菜。见下一位就是那人的时候，脚下却像装了滑轮，呲溜一下滑到角落里那个他专属的调料盒武库旁，一大碗调料精准地投入翻滚的红汤中。少夫人，您……张嬷嬷回头看见，老脸瞬间煞白，她可是见识过这玩意儿的威力，这一大碗那还得了。嘘，给贵客加个料。春杏儿，把这碗 VIP 限量尊享版快乐神仙汤给他送去，让他尝尝鲜。好嘞，少夫人，您就瞧好吧。这颜色是不是太怪了点儿啊？怕个球啊！王大胆都能吃，老子也能。二奶奶让我打听那么一番，这说不定能尝出来什么呢？水！他惊恐万分地看了一眼那口翻滚的大锅，又看了一眼站在锅后抱着胳膊一脸微笑的林小鱼，眼神里充满了这女人是魔鬼吗的恐惧。妖怪，毒妇，你想杀人灭口啊？这料呀加的值，这少夫人做的痛快。似乎他感觉越来越喜欢这个小丫头了，看着络绎不绝的客人，也是真心叹服。或许他真是萧府的希望，将军的希望。娘，尝尝这个鱼汤，清淡的不辣，专门给您煨的。袅袅热气带着勾魂的鲜味直往鼻子里钻，突然一下就有了食欲。或许是好几日没有喝到如此好的汤，一股暖流从胃里升起，熨帖地蔓延开。就在这时，张嬷嬷也进来了，她脸上带着红光，是累的，也是兴奋的。她对着萧母把今天破店开张的盛况，王大胆的涕泪横流，真香现场。村民排队的贪吃蛇长龙，铜板叮当响的最美音乐背景，还有林小鱼怒对孙二爷那番脸面不如一勺汤值钱的彪悍宣言，绘声绘色，添油加醋地汇报了一遍。那破店真的开起来了，还那么多人，小鱼他真敢指着孙二爷的鼻子骂，还骂得那么理直气壮。震惊，母亲，这是今天店里所有的收成，刨去买鱼买肉买菜的本钱，253文全在这儿了，您收好。什么？你把钱都给我？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这丫头守着个破店累死累活一天，挣的这点辛苦钱居然全交给他，一个铜板都不留，图什么？对啊，您是当家的嘛，钱当然归您管啊。卷款跑路的儿子儿媳，趋炎附势的管家，冷眼旁观的体面人，还有眼前这个守着破家卖着建业累得半死，却把赚来的钱一个子不留，全交给他的冲喜媳妇。酸涩、愧疚、悔意，还有一股难以言喻的暖流，猛地冲垮了他心里最后那点别扭和疏离。小鱼，娘以前对不住你。他哽咽着说不下去。啊，别煽情啊，我剧本里没这段啊，社恐要犯了。这钱你收着，以后啊，这萧家
你当家，娘老了，不中用了，这个家能指望的就剩你了，娘信你。我操，剧本不对啊！我只想上交国库当咸鱼，没想当 CEO 啊！当家管这个屋子老弱病残，外加一个植物人室友，还要管钱，还要管电，这比996还狠啊！地狱模式 Plus 啊！婆婆您醒醒，我只是个想躺平的咸鱼，信任太重，我承受不来呀！张嬷嬷在一旁看着这一幕，老脸上露出了一个极其欣慰的笑容。拿着吧，当家的，以后这个家就指着你这口红汤了。再看看萧母那从未有过的带着信任和依赖的眼神，还有张嬷嬷那我看好你哦的表情，内心的小人瘫倒在地，疯狂打滚。完了完了，咸鱼翻身，翻车社畜了，躺平大业威，金币很香，但管家好烦啊！这波是亏了还是赚了？可林小鱼捏着手里越来越瘪的秘制香料粉罐子，断粮了，这玩意儿是绝地求生的灵魂，没有它，我的快乐神仙汤就得降级成白开水涮鞋底。张嬷嬷，上次你碰到的老婆子还有库存没？库存？就是还有没有？哎呀，少夫人，老婆子家怕是也没了，上次给的那点儿是压箱底儿的。走，我们再去婆婆那儿寻寻看，万一她知道怎么配置呢？张嬷嬷带路七拐八绕，钻进郊城里最破败的角落。此人是老婆子的儿子刘大壮，有名的滚刀肉，人送外号刘赖皮。请问老夫人在吗？我们少夫人想再买点你们家那祖传的香料粉。哟，这不是咸鱼火锅老板吗？我就说了，今天你们生意这么好，原来是用了我家的香料啊！要啊，行，1两粉末10两银子，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啊！10两？你咋不去抢钱庄呢？10两，够老娘买头牛外加躺平3月了。你当的是太上老君的炼丹炉灰啊？爱买不买啊？就这价，嫌贵啊？滚蛋呀！那是我老刘家的祖传秘方，金贵着呢。大壮他们是好人，上次给的钱够咱家吃了好几天，那香料不值。老不死的，闭嘴！咱家的东西，老子说值多少就值多少，轮得到你插嘴？这，哎呦！我靠！一个箭步冲过去，险险在老婆子脑袋磕石头前扶住了她。刘大壮，你他妈还是人吗？这是你亲娘，不是你家养的牲口，为了几个臭钱，你连畜生都不如。臭娘们儿，你算哪根葱啊？敢管老子家事儿？夫人，对不住啊！那香料我真没了。看着老婆子惊恐无助的样子，再看看一旁传出的打杂声和刘大壮嚣张的谩骂，林小鱼心里的火蹭蹭往上冒，但更多的是一种憋屈和无力感。跟这种滚刀肉讲道理，对牛弹琴，动手，他这小身板不够人家一巴掌拍的。香料不要了。然后在老婆子和张嬷嬷都没反应过来的时候，飞快地从自己怀里掏出一个小布包，里面是30文钱，沉甸甸的，够买好多肉夹馍呢。婆婆，拿着，买点吃的，买点厚实的，藏好，别让那畜生看见。香料的事儿，算了，没有您的秘方，我这店也开不起来。这钱是谢您的，您保重。刘大壮，守着你的祖传秘方发霉吧，10两银子留着给你自己买棺材，老娘不稀罕了。呸！30文呢，我的肉夹馍，我的躺平基金，痛，太痛了。哎，那老婆子太可怜了，就当给游戏 NPC 发福利了，功德加1，一样5钱。他把压箱底的老本和秘方全给他了。嬷嬷，他声音有点哑，带着压不住的激动和暖意。快回家，咱的快乐粉末有救了，还是母巢级别的。好人还是会有好运的。生意好是好，
但想赚这帮穿金戴银的主的钱，这叙利亚风格恐怕不行啊。嬷嬷，去扯几尺最便宜的靛蓝粗布，给每张榆木桌子都铺上当桌布，看着就干净有格调。春杏儿，后山去薅点野花野草，插在那些豁了口的粗陶罐里摆桌上。自然风返璞归真，城里人就吃这套。再找点细麻绳，把咱那些粗瓷大碗捆一下碗沿儿。哦对，就捆出点花纹，看着像手工定制款，身价立马翻倍。少夫人，这粗布它掉色呀，沾了红油。掉色？哎呦，那是做旧复古，懂不懂时尚？红油那是岁月的包浆，文化的沉淀，越脏越有故事感，贵人们就爱这个调调。于是咸鱼火锅内部焕然一新，再配上那口依旧霸气侧漏，咕嘟着绝地求生 2.0 升级版红油的大铁锅，整个一农家乐强行碰瓷米其林的荒诞现场。倒也别致。故作欣赏地看着那罐狗尾巴草，这碗捆的倒是颇有野气哈。掌柜的，上汤快！林小鱼内心狂笑，效果居然还行。当升级版红汤翻滚着更加醇厚霸道，辣中带麻，麻中透鲜，仿佛能勾出人馋虫老祖宗的香气端上来时，什么粗布、野花、麻绳碗全成了浮云。达官贵人们瞬间化身干锅战士，嘶哈嘶哈吃得形象全无，满头大汗。香啊，过瘾！伙计，加菜。嬷嬷，松菜萝卜告急。少夫人，牛肉断供了，豆腐也没了。林小鱼看着空荡荡的食材筐，再看看门口望眼欲穿的食客团，眉头一皱，心中一跳，计上心来。嬷嬷，拿纸笔来。咔咔大手一挥，几行显眼大字出现：咸鱼火锅天价收购，牛肚、黄喉、鸭肠、猪肺叶，越新鲜越好，价格是普通肉的3倍，现场结算，童叟无欺，要求洗刷干净无异味，送上门就数钱。告示一出，整个火锅店安静了，张嬷嬷、春杏更是惊掉了下巴。少夫人要的这些东西能吃？有人会吃？啥？林娘子收下水？牛肚？那玩意儿不是喂狗的吗？猪肺叶，光洗能熏死个人。3倍价钱，真的假的？但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和勇妇。王大娘第一个站出来，撸起袖子：怕啥？洗洗就能换钱，总比丢掉强。老娘干了！杀猪的赵屠夫看着自家平时当垃圾处理的牛肚、猪肺，3倍，洗。不到半晌午的时候，咸鱼火锅后门画风突变，现在是一筐筐散发着微妙气味的灰白色满是皱褶的牛肚，一盘盘滑溜溜带着血丝和黏膜的黄喉，一盆盆纠结缠绕像一团乱麻的鸭肠，还有一桶桶粉红色布满蜂窝眼，看着就让人联想到某些不美好事物的猪肺叶。王大娘，牛肚刷得够白，没异味，好，含金蒜，3倍肉价。王大娘，你家牛肚洗得真干净，咋弄的？嗨，用草木灰使劲搓，再拿盐水泡。哎呀，累是累点儿，但你看这钱。赵屠夫啊，你那猪肺看着就……看着咋了？洗刷干净了都是钱，比杀猪赚的还多。以后猪下水，老子包圆了。林小鱼站在后门口，看着这热火朝天、气味感人的后厨，一边干呕一边叉腰狂笑。你们就等着吧，过一会儿你们就知道了，这么臭的东西吃起来有多香。新品上市，免费送3桌体验。秋风萧瑟，可无一人滋声。这可是限量版1000层金钱肚，吃了财源滚滚，堪比财神爷功效。
不然我这小店怎么生意这么好？林娘子，就冲你这句话，给本员外来一盘试试。他用筷子尖儿极其嫌弃的、小心翼翼地夹起一片薄薄的、吸饱了红油的牛肚，那玩意儿在筷子间颤巍巍的，眉头拧成了麻花，喉结艰难地滚动了一下，真是天人交战。大员外，吃这千层金钱肚讲究有门道，秘诀就是8下9上，发发9九。八下9上。对，筷子夹稳，入汤，心里默数1、2、3，数到8，提起离汤，悬停，心中默念发发发9，再入汤，一顺立刻提起，心中再念999，这叫8下9上，发发9九。财神爷听了都得给你点赞，吃了保管您生意兴，龙通四海，财源茂盛，达3江。钱员外听得一愣一愣的，小眼睛瞪得溜圆。周围几桌的客人原本还在嘶哈嘶哈地涮着肉，此刻也全都放下了筷子。整个喧闹的14瞬间安静的能听见锅底咕嘟的泡泡声，气氛紧张的像是等待彩票开奖。发99。钱员外喃喃自语，看看牛肚，看看翻滚的红汤，再看看林小鱼那张写满信我没错的脸。不就是一片毛肚吗？为了发财，拼了！严格按照林氏玄学操作，筷子夹稳，入汤。1、2、3、4、5、6、7、8，发！提起，悬停，再入汤。9，瞬间提起，猛地塞进了嘴里，额头上细密的汗珠渗了出来，满脸通红，眼中放光。真他娘的好吃啊！林娘子，再来一盘，不，3盘！这千层金钱肚绝了，嘎嘣脆，发财味儿，老子要吃到发财！我去，这真好吃哎！钱员外都快好吃。那牛肚看着吓人，但是它吃着香啊。8下9上，发发9九，老子也要试试。伙计，给我也来一份，按钱员外的法子算。我要2份，先给我上，必须加钱。林小鱼站在沸腾的大锅后，看着这因一片牛肚引发的真香狂潮，再看看瞬间被抢购一空的牛肚库存，他内心的小人已经笑到满地打滚。这穿越来的就是香啊，简直是无底线的碾压。这碗饭点才到，店里马上又人声鼎沸，从四面八方闻讯过来的食客是一波又一波。林小鱼感觉自己像个被反复捶打的年糕，浑身散架，嗓子眼儿都快冒烟了。哎，这钱赚的折寿啊！婆婆看着春杏像个陀螺似的穿梭送菜，小脸红扑扑，嗓门亮得能掀屋顶。看着张嬷嬷板着碗娘脸，手上收钱点钱的动作却快出残影。她的冲喜儿媳林小鱼，她活了半辈子，将军府鼎盛时宴请宾客的场面也不是没见过，可那种是端着架子讲着规矩，连咳嗽都要用帕子掩着的体面热闹，眼前这算什么？是战场，是狂欢，是毫无章法却又生机勃勃的。自己看到的冲击力比上次张嬷嬷描述的100倍还强。娘，您怎么来了？这地方油烟大，乱哄哄的，您身子刚好。这么多人，他们都是来吃这汤锅的啊？哦，对对对。萧母伸出手，动作带着久违的属于将军府当家主母的沉稳。我来吧，我好些了，这些事儿我能做，我总不能老是吃了睡，睡了吃吧。这就是小鱼挣回来的家业，一枚枚带着烟火气的铜板，一块块沉甸甸的小银子。小鱼说的对，那些虚无缥缈的体面有什么用？喧嚣一直持续到月上柳梢头，送走最后一位打着饱嗝念叨着明天还来的食客。后院里，林小鱼、萧母、张嬷嬷、春杏围坐一圈，开始。4双手齐动，
铜板碰撞的声音瞬间成了他们心中最美妙的乐章。今日流水，除去食材、人工、柴火，净利23两银子，有837文。23两，800多文。一天就这破店能挣这么多？嘿嘿，小意思，这才哪儿到哪儿啊！等咱的产业链全面铺开，玄学发财火锅名号打响，分店开遍全国，到时候数钱得用簸箕，累，值了。金币叮当响，经验值刷满，婆婆真香，员工爱戴，这波血赚不亏。虽然离躺平还远，但看着这堆钱和婆婆的笑脸，当个快乐的社畜也不是不行啊。肖母那低沉了不知多久的笑声混在铜板的叮当声里，格外悦耳。鲜鱼火锅的招牌在城郊的美食圈里算是彻底立住了。开业1月，天天爆满。午后客人稍歇，林小鱼正瘫在柜台后面的太师椅上，一个穿着打满补丁的粗布衣裳的老农背着个半旧的竹筐，踌躇着挪到店门口。爷爷，是不是饿了？要吃东西吗？你不收你钱？不，掌柜的，俺是城外张家村的，想问问您这儿收不收菜呀？火锅店生意爆好，也有固定的供货商，送来的都是精挑细选的上等菜，这种品相是入不了后厨的。掌柜的，俺们的菜呀，都是自家地里种的，拿土粪浇的，甜得很。您尝尝就知道了。今年雨水好，村里大丰收，原本说好来收菜的菜商嫌我们这儿路远，突然就不要了。这一村子的菜要是卖不出去，就全烂地里了，大家伙一年的指望就全没了。滞销，丰收，优质货源，超低价格，长期稳定，这哪里是危机啊？这分明是商机啊！是通往更高阶躺平境界的康庄大道啊！建立一个稳定的、低成本的、独家的原材料供应链，以后他就可以把采购的活儿也甩出去，彻底实现人在家中躺，钱从天上来的终极梦想。老乡，你别急。一股清新的泥土芬芳，他又掰下一片叶子放进嘴里嚼了嚼，清甜爽脆。你这菜呀，我全要了。全要了。夫人，这不止你这一筐，你们村有多少我收多少，不过我得亲自去你们村里看看。这可不是做慈善，这是商业考察，专业的事要用专业的态度。好，那我这就先回去跟大伙说一声。老农眼中瞬时有了希望。夫人，您说他们会不会是骗子啊？万一村里根本没菜，就是想骗我们。做骗子也是有门槛的，你看那大爷的手，那茧子比城墙拐角都厚，骗子可养不出这么一双勤劳致富的手。张家村，村子不大，几十户人家的样子，土坯房，篱笆院，很穷但很干净。放眼望去，一片绿油油的菜地望不到头，各种蔬菜长势喜人，番茄红得像灯笼，茄子紫得发亮，空气里弥漫着瓜果蔬菜成熟的香气。林小鱼蹲下身，随手拔了个萝卜，在衣服上擦了擦，咔嚓就是一口，清脆甘甜，汁水四溢。好萝卜，鸡蛋卖吗？又指了指不远处哼哼唧唧的几头大黑猪。猪呢？老农也就是村长愣住了。都卖，掌柜的您都要？对。乡亲们，我是京城咸鱼火锅的掌柜，从今天起，你们村的蔬菜、鸡蛋、猪肉、牛肉，只要符合我的要求，我全包了。另外就是牛肚啊、鸭肠、鸡血这些都给我留着。宝贝可必须要。村民们先是寂静，随即爆发出震天的欢呼。看着村民们淳朴又感激的笑脸，春杏感动得热泪盈眶。夫人，您真是活菩萨。不，我不是菩萨，我只是一个想实现资源优化配置，打通上下游产业链，把这个张家村打造成我们的供应基地，从而可以心安理得躺平的咸鱼。
再说了，顺便帮助别人也是积功德吗？满载着第一批战略物资的马车回了京城。少夫人，东边那桌又要加一份羊肉。少夫人，柜上没零钱了。哎呀，少夫人，南边那桌客人说炭火不够旺。不行，服务质量是餐饮业的生命线，再这么下去，口碑要崩。招人，招工，诚聘女伙计若干，要求手脚麻利，心地善良，能吃苦耐劳，待遇月前2两，包吃包住，每月带薪休假2天，年终有奖。这告示一出，不亚于平地惊雷。月前2两，还包吃住。要知道，普通酒楼的男伙计累死累活几个月也不过1两银子，更别提那闻所未闻的带薪休假和年终奖了。一时间，火锅店门口就被围得水泄不通，来的都是些想讨生活的苦哈哈女子，有刚进城的村妇，有家中困难的小媳妇，也有被夫家嫌弃的可怜人。他不问出身，不看样貌，只提3个问题：饿了怎么办？累了怎么办？被人骂了怎么办？这少夫人关心的都是什么怪问题啊？少夫人，是我们呀，你还认得我们吗？夫人，我们知道错了，当初是我们有眼不识泰山，猪油蒙了心，才离开了将军府。我们出来之后，日子过得好苦呀，求夫人看在往日的情分上，收留我们吧，我们什么活都能干。是啊是啊，我们一定尽心尽力伺候夫人，再也不敢有二心了。你们说你们过得苦，4人点头如捣蒜。你们说你们知道错了，4人继续猛点头。你们说想让我看在往日的情分上。哦，往日的情分，我记得的情分是你们笃定我是灾星，笃定将军府倒了，所以麻利地收拾好自己的东西，奔向你们认为的好前程。春香几人的哭声戛然而止，脸色一阵青一阵白。我这人呢，没什么大本事，就是记性好，尤其是谁在我落魄的时候踩过我一脚，我记得最清楚。不过呢，我也不是个记仇的人。几人眼中瞬间燃起希望。我只是单纯的不想再看见你们而已。我开火锅店是为了让我自己和我身边的人能过上好日子，能开开心心的躺平。我这里庙小，规矩也怪，我只招2种人，一种是雪中送炭的，一种是无亲无故但凭自己本事吃饭的。你们属于第3种，见风使舵的。我这艘船小，风浪一来，你们这样的乘客第一个跳船，我怕得很，所以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吧。你过来回答我的问题，饿了怎么办？自己想办法挣钱买吃的。累了怎么办？歇一歇，歇好了继续干活。被人骂了怎么办？看他骂的对不对，要是骂对了我就改，要是他胡说八道我就当他是在放屁。好，你被录用了，从今天起你就是咸鱼火锅店的人了。跪在地上的春香4人面如死灰，灰溜溜地钻出了人群。张嬷嬷，给新来的姐妹先开一桌欢迎一下。3名新招来的姑娘伙计，春杏加上咸鱼火锅唯一的一个男员工后厨王大爷，5个人排排站好。这里是我，你们的终极老板，精神领袖。我的主要职责是提供精神支持，轻易不出山。众人面面相觑，精神支持，这是什么岗位？什么叫用户体验呢？就是客人从进门到出门，从看到我们招牌到吃完打饱嗝，整个过程都要让他感觉一个字：超爽。为了达成这个爽字，我们需要设定几个关键绩效指标，简称 KPI。 比如客人进店，我们要做到3秒内有回应，这叫响应及时率。客人点单，我们要面带微笑，这叫情绪价值。客人吃完，我们要主动询问您吃的还开心吗，这叫售后服务与口碑营销。5个人听得云里雾里，脑袋上仿佛都顶着一串问号。你们记住，我们的目标不是简单的把东西卖出去，而是要让客人心甘情愿高高兴兴的把钱掏出来，下次还想来掏，最好还能带上的7大姑8大姨一起来掏，这叫私域流量裂变。
接下来的日子，咸鱼火锅在林小鱼这套歪理邪说的指导下，生意越来越火。客人们发现，这家店的伙计虽然嘴里偶尔会冒出些听不懂的词，但服务确实周到的让人舒坦。春杏儿啊，你觉得人生最重要的是什么？是忠心事主，完成分内之事。格局小了，人生最重要的是实现财富自由，然后心安理得的躺平。最重要的是，女人要有自己的事业，这样才能活出自己的价值，不依附于男人。男人呀，靠不住。林小鱼说的没错，虽然不知道那萧恒是什么性格，但现在躺着的植物人的确靠不住。春夏，我观察你很久了，你学习能力强，做事认真，忠心耿耿，简直是天选的打工人呢，不，天选的管理者呀！我决定提拔你为咸鱼火锅的代店长，全权负责店铺运营。不，夫人，我不行，我只是个丫鬟，我不会管人，也不会算账。谁天生就会啊？我天生就会当咸鱼吗？不啊，我也是经过了前半生的艰苦奋斗，才悟出了躺平的真谛。这是一份荣耀，也是一份责任。你想想，以后你就是春杏店长，手底下管着好几个人，多威风啊！你管好了，我才能躺得更平。我躺得平了，心情就好。我心情好了，就会给你发更多月钱。你有了更多月钱，就能买更多漂亮衣服和好吃的。这是一个完美的闭环，懂吗？好像有点道理。可是少夫人，万一我做不好，搞砸了怎么办？怕什么呀？这是我连夜给你写的店长速成宝典之从入门到放弃到精通，里面包含了情绪管理圣经、客户异议处理36计、员工激励的100种画饼方法等等。你拿去，晚上睡前当睡前故事看。第二天，春杏就硬着头皮上任了。你们店就是这么做生意的？春杏脑子里飞速旋转，想起了昨晚看的少夫人给的宝典里的一条：客户异议处理计策第7条，打不过就加入，用魔法打败魔法。弯下腰，仔细端详那根头发。哎呀，客官，您受委屈了。我们咸鱼火锅的宗旨，就是为客官您提供最极致的用户体验。没想到竟然出现了如此重大的品控事故。一连串听不懂的词，直接把胖商人干懵了。我们咸鱼火锅对待食材如同对待自己的孩子，每一根青菜都要洗7遍，每一块肉都要按纹理切。厨师的洁癖，半径3尺之内连只苍蝇都不能有，怎么可能掉头发？这根头发它油光水滑，韧性十足，一看就充满了生命力，这绝对不是我们后厨那个快秃顶的师傅能拥有的。后厨正在偷听的王师傅摸了摸自己日渐稀疏的头顶。客官，您说有没有一种可能，这根充满活力的秀发它来自于您自己呢？胖商人的脸瞬间涨成了猪肝色，他想发作，却发现周围的客人都用一种原来如此的眼神看着他。哼！胖商人憋了半天，丢下饭钱，灰溜溜地跑了。春杏长长地舒了一口气，腿肚子还在打颤。孺子可教也，搞定。他忽然觉得当这个代店长好像也挺有意思的。哎呦，真是气死我了，这张脸没法要了。谁说不是呢？李姐姐，这滚滚烫什么都好，就是这热气太熏人。你看我的脸，这胭脂混着汗水往下流，一道红一道白的，跟唱戏的鬼脸似的。林小鱼的耳朵动了动，只见那位姐姐用手帕小心翼翼地在脸颊上按压，可手帕一拿开，上面就印上了一团模糊的红印，而她的脸颊就像一块被不小心抹花的调色盘，妆容斑驳，狼狈不堪。可不是嘛，我这可是芳菲阁新出的桃花染，说是用了西域传来的方子，可一顿火锅就给我打回原形了。等会儿回去，我家老爷还以为白天见鬼了呢。这芳菲阁的东西也越来越不中用了。上次我买的口纸和口茶就掉没了，一天得补个7、8回，烦死了。你说这世上怎么就没有流汗都不掉的胭脂口纸呢？做什么梦啊！要有那种好东西，那得卖出天价去。哎呦，
咱们呢就凑合着用吧。哎呀，走走走，赶紧结账回去，这脸可没法见人了。哎呀，林小鱼收回目光，她的脑子此刻像是被一道闪电劈中。不掉妆的化妆品，不沾杯的口红，防水防汗的粉底，这不是现代烂大街的基础操作吗？在这个时代，竟然是贵妇们遥不可及的梦想。可她懂呀！我靠！林小鱼没忍住，一句国粹脱口而出：“夫人，池杏儿，我问你，现在京城里最好的胭脂铺子，是刚才他们说的那个芳菲阁吗？”“是啊，芳菲阁是宫里贵人都会光顾的铺子，他们家的胭脂水粉是整个京城最出名的了。”“那他们家的东西真的像刚才那两位夫人说的那样，一出汗就花，一喝水就掉？”“别说芳菲阁，这市面上大部分都是这样的，好一些的能多撑一会儿，但要说完全不掉，那是神仙才能做出来的东西。”“神仙？不是化学。”林小鱼的心脏开始砰砰狂跳，这不是心动，这是看见一座金山向自己招手时的激动。靠火锅店的收入只能算是慢慢积累，但如果他能把现代的化妆品技术在这个时代复刻出来呢，那他就真的能从一个需要依附将军府才能生存的炮灰，一跃成为掌握了核心科技、引领时代潮流的商业巨擘。到时候别说躺平了，他买座城躺着都行。这泼天的富贵，终于要轮到我了吗？自从林小鱼从芳菲阁豪掷巨款，将那家铺子半数以上的香料、矿物粉、油脂都扫荡一空后，他的房门就没再开过。一连3天，除了嬷嬷按时送去的饭菜被原封不动地取走，再送进去新的。将军府里的人早就习惯了这位新夫人的不按常理出牌，好奇她又能捣鼓出什么惊天动地的新玩意儿。为了让儿媳妇专心做自己的事，天天跑到火锅店去帮忙，看着一盘盘鲜切的牛羊肉、毛肚，一筐筐水灵的青菜流水般送上桌，听着客人们满足的赞叹，心里都是骄傲。瞧瞧，这都是我儿媳妇的本事。春杏作为火锅店的代店长，已经历练得相当纯熟。他手持一本账册，指挥调度后厨与前堂，条理清晰，颇有几分林小鱼的影子。此刻那个万众期待的大招，地上、桌上、凳子上铺满了写写画画的草纸，上面是他绞尽脑汁回忆出的现代化学名词，旁边配着鬼画符般的古代材料名称，10几个青瓷小碗一字排开，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混杂了花香、油腻和矿物腥气的古怪味道。哎呀，不行，这个基底太油了，一喝水就得掉啊！看着镜子里那张五彩斑斓的大花脸，老公，你可千万别这时候醒过来啊！要是看到我这副鬼样子，估计又直接吓晕了。我跟你说啊，这叫研发，懂不懂？产品上市前的必要牺牲，我这都是为了我们共同的未来在奋斗。你想想啊，等我的防水防汗不脱妆系列彩妆一上市，那得是什么场面？京城里的名媛贵妇们为了买我一支眉笔，挤破头都愿意。到时候银子哗啦啦的流进来，咱们就真的可以躺平了。他一边说，一边用小刷子蘸了点新调制的膏体，在自己手背上画了一条线，线条流畅，颜色漆黑，还带着一点点光泽。到时候咱们买个山头，盖个庄园，挖一个比皇宫御花园还大的池塘，我养鱼，你养鸟，咱俩天天躺在摇椅上，啥也不干，就比谁先睡着。他把手伸到烛火上稍微烤了烤，加速膏体凝固。哎呀，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兄弟！他猛地将手整个进入水中，停留了足足10几秒，然后缓缓地拿了出来。水珠顺着他的手背滚落，而那条黑色的线条完好无损，没有半点晕开的迹象，边缘依旧清晰，颜色依旧浓郁。我靠，成功了！他成功了！看见没，老公，防水眼线膏成了！咱们的躺平大业迈出了坚实又关键的一步。你摸摸，是不是很顺滑？你闻闻，是不是还有一股淡淡的清香？这玩意儿要是卖出去，一根儿不，一小盒，我起码得卖10两银子。爱买不买，饥饿营销，懂吗？
他完全沉浸在自己商业帝国的宏伟蓝图中，丝毫没有注意到手指似乎轻轻地动了一下。等咱们成了京城首富，我就给你把这床换成纯金的，床柱上镶满夜明珠，让你晚上睡觉都不用点灯，自带星空顶效果。到时候谁还敢说你是活阎王？他们都得叫你金阎王，不，财神爷，行走的财神爷。少夫人，你还好吗？你要不要先出来吃点东西？来啦！哐当一声，鬼啊！咸鱼火锅店的生意火得烫手，取了号的食客们揣着小牌牌，伸长脖子，空气里弥漫着勾魂的麻辣鲜香，馋得人直咽口水。瞧一瞧，看一看啦！刘记火锅盛大开张，正是刘大壮。一样的火锅，一样的绝密配方，价格只要对面的一半了。排什么队，花什么冤枉钱？老子告诉你们，他们能赚的钱，老子也能赚。不仅要赚，还要把他们干趴下。一半的价格，真的假的？你看那装修，破桌子烂板凳，可这味道能一样吗？去试试呗，反正便宜，不好吃啊，就当喂狗了。一小撮心思活络的人已经捏着手里的号牌，脚步开始朝着街对面挪动。夫人，不好了，夫人！慌什么？天塌下来了？比天塌下来还严重。那个刘大壮在咱们对面也开了个火锅店，装修学我们，还收有我们的秘方，价格只要我们一半，好多客人都被他勾过去了。夫人，我们怎么办啊？这样下去，客人会不会跑光了？要不我们降价？降价？哼，为什么要降价？他坐回桌边，慢条斯理地说：小鱼说过，我们卖的不是便宜，是独一份的体验和味道。这火锅是他花了多少心思才捣鼓出来的，从锅底的配料到蘸料的调配，再到每盘菜的新鲜程度，哪一样是那个刘大壮能比的？我们1分钱不减，咸鱼火锅打的就是质量和口碑。你去告诉伙计们，都打起精神来，服务要做的比平时更好。这事儿要不要告诉少夫人啊？春杏，现在小鱼肯定有自己的事情在忙，他那么信任我们，要是这点事情我们都沉不住气，倒真是辜负了他。我们不仅要能做事，也要真的能帮他才是。春杏被萧母这番镇定自若的态度感染，心也定了下来，脆生生地应了声是，转身跑向前厅。恰在此时，林小鱼出现了。窝在屋子里好些天了，实在是憋不住，就想着来咸鱼火锅透透气。少夫人，你看看，他把刘大壮开店打价格战的事情竹筒倒豆子一样说了一遍。哦，山寨货出现了，这么快？母亲怎么说？夫人说坚决不降价。做得对，走，咱们先瞧瞧去。来，假一赔10，味道一模一样，不好吃不要钱。这哥们儿有点商业头脑，但不多。刘大壮也看见了林小鱼，他先是一愣，脸上露出挑衅的笑容。他以为林小鱼是来求饶或者对骂的。兄弟，市场调研啊，你这像素级复刻精神可嘉呀，就是这战损风是不是损的有点太实诚了？刘大壮被他这没头没脑的一句话噎住了。你来干什么？我来学习一下，看看竞品是如何进行成本控制和差异化竞争的。他指了指刘大壮店里一张4条腿瘸了3条的桌子，比如这个就很有想法，他完美诠释了什么叫断臂的维纳斯式残缺美学，就是不知道客人坐上去会不会体验一把人仰马翻的沉浸式项目。周围看热闹的食客噗的一声笑了出来，刘大壮的脸瞬间涨成了猪肝色。你少在这妖言惑众啊！我告诉你，我这儿有你的独家秘方，你的锅底是怎么做的，我一清二楚。哦，真的吗？那你快告诉我，我最近正愁灵感枯竭呢，来说说看。刘大壮又被噎住了，他哪知道什么秘方，不过把老妈妈口中的秘法依葫芦画瓢，瞎琢磨的，反正是辣就行了，不行就再加辣。兄弟，不行啊，商业间谍这活儿也是有技术含量的，你这属于啥呀？这叫盗版软件装到一半发现电脑配置不够，尴尬了不是？他环顾四周，对着那些还在犹豫的客人朗声说道：
各位父老乡亲、街坊邻里，我咸鱼火锅店老板林小鱼，今天就在这里宣布一件事。刘大壮也紧张地看着他，以为他要宣布降价。为了庆祝我们咸鱼火锅迎来了第1位模仿者，也为了感谢刘老板为我们免费宣传，本店今天所有消费的客人，凡是在这刘记火锅吃的不好吃的，今日也别想在我咸鱼吃到好吃的火锅。这话一出，全场寂静了1秒，呼啦一下，全都转身冲回了咸鱼火锅的队伍里。快，我的号还在，幸好没人。什么破刘记火锅，一听就一股子馊味，还是咸鱼火锅香呢。我就是忍不住这火锅，几天不吃浑身难受，今天要是吃不到啊，那不是要我死吗？不过眨眼的功夫，刘记火锅门口变得冷冷清清。你耍我你？没有啊，我压根就没有想耍你啊，因为你还没有资格让我耍。京都萧二爷府上，书房檀香袅袅，却压不住2位爷心头的火气。你说什么？再说一遍。萧家3爷萧震一巴掌拍在花梨木桌上。回二爷、三爷，四少夫人在府外支了个摊子，卖一种红色的汤，生意好到要排队。家丁的声音越说越小，因为他自己都觉得这事儿离谱的像在讲鬼故事。坐在一旁的2爷萧南此刻一张脸也绷得像块铁板。他们本以为拿了将军府的所有家产当了宅落，一个从小养在深闺的女子，一个早已花甲的老婆子，还有一个半死不活的弟弟，还能有什么活路？结果呢，人家不仅没饿死，还在他们的眼皮子底下把日子过得风生水起，甚至开始自主创业了。红汤？什么红汤能让人排队？他哪来的本钱？府里哪还有东西值得他们去变卖？家丁疼得一哆嗦，赶紧磕头。小的打听了，少夫人没卖任何东西，就是用厨房里没人要的下水、辣椒，还有一些谁也叫不上名字的香料，熬了一大锅。听说闻着就让人流口水，吃上一口浑身都热乎乎的，又麻又辣，过瘾得很呐。过瘾？都是些什么人在买啊？三教九流谁都有，有附近的百姓，有路过的商贩，还有其他府上出来采买的下人，甚至咱们府里都有几个小厮偷偷跑去解馋。我也是听他们聊起才知道这件事儿的。岂有此理！萧南的脸色更加阴沉，这林小鱼的手段在将军府的时候他就有见识过的，完全不按常理出牌，不是好惹的人。老三，这件事不能再放任下去了。二哥说的对，你说怎么办？要不我找人把他们店砸了。糊涂，当街砸了他们摊子，传出去像什么话呀？别人只会说我们做哥哥的容不下一个半死不活的弟弟，是我们在逼他。那你说怎么办？总不能眼睁睁看着他把人越招越多，真的咸鱼翻身吧？派人去请他回来，就说我们兄弟2人想跟4弟妹聊聊家常。与此同时，萧二爷的另一处院落，听说了吗？那个扫把星居然在外面做起了生意。何止是做生意，听说队伍都快排到街角了，真是没想到他还有这种下九流的本事。妖法，他一定用了什么妖法？我就说嘛，那老太婆定是留了后手，偷偷给他留了什么秘方。早知道啊，当初就该把那老太婆的院子翻个底朝天，连块地砖都给他撬起来。弟妹慎言，要我说什么秘方不秘方的，我看她就是不要脸。一个女人家豁得出去，自然能哄骗那些没见过世面的蠢货。张氏嫉妒的眼睛都红了。她凭什么呀？一个冲喜的知县嫡女，现在倒好，她自己先发财了。天底下哪有这样的道理？我嫁进萧家这么多年，兢兢业业，也没见落下什么好。弟妹，你我才是一家人，那林小鱼越是得意，就越是显得我们无能。这口气你咽得下，我可咽不下。二嫂，你有什么好主意？我们要想个办法，让他自己看不下去。比如说，他的汤不是干净的很吗？要是吃出了什么问题，你说他那小摊子还能开得下去吗？咸鱼火锅，锅里红浪翻滚，浓郁的麻辣鲜香霸道地钻进每一个路人的鼻孔。哎，
下一个到我了啊！多加1份鸭血，2盘牛肚。哇，这味真绝了呀，比仙丹还提神。哎，老板娘，你这手艺真是神了。我就是能不能给咱们老爷们的碗里多放2块肉啊？大哥，都是出来混口饭吃的，你一顿多2块肉，我今天就得少吃个鸡腿啊！鸡腿和我，你总得放弃一个吧？少夫人，二爷和三爷有请，跟我们回去一趟吧。我说，这位大叔，老奴是萧二爷府里的管家，姓王。哦，王管家，你刚才说什么？我没太听清，风太大，信号不好。王管家忍着气，二爷和三爷让你过去一趟。哦，是找我呀，王管家，你今年贵庚啊？这突如其来的问题让王管家一愣。50有3了。50多了呀，那也是职场老油条了。不对，是经验丰富的老人家了，怎么连最基本的职场礼仪，待人接物的规矩都不懂呢？王管家彻底懵了。我怎么不懂了？第一，你刚刚那个姿态是来邀请人的吗？你那是来抓人的吧？下巴抬得比天都高，鼻孔看人居高临下，这叫邀请吗？这叫最后通牒。第二，邀请人是不是得有个邀请人的样子？是不是得说个请字啊？就算你说了，但语气不对，那个请字说的跟滚字一样。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走到王管家面前，二爷和三爷让你过去一趟。他学得惟妙惟肖，连那份骨子里的傲慢都模仿得入木3分。哼，王管家，您看，应该是这样。王管家呀，我们家二爷三爷备了些好茶好水，想请您赏光过去坐一坐，聊聊家常，不知您是否方便呀？奇耻大辱，他这辈子都没受过这种羞辱。四少夫人，二爷和三爷是主子，是你的兄长，他们找您是您的本分。打住，本分？我的本分是给我的便宜老公冲洗，现在他没醒，我的 KPI 考核还没结束。至于见什么二爷三爷，不在我的工作职责范围内，属于额外项目，想让我加班得有加班费，还得看我乐不乐意呢。什么加班？王管家一个字也听不懂。你！王管家气得浑身发抖，指着林小鱼，半天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怎么还没想好怎么说吗？我给你个提示啊，态度要诚恳，笑容要真挚，腰要弯到位。来，再试一次。王管家感觉自己血管里的血都在往头上冲，务必把他带过来。一边是前所未有的羞辱，一边是无法承受的后果。四少夫人，二爷三爷诚心诚意请您回府聊聊家常。哎，这就对了嘛，你看这不就会了吗？孺子可教也。行了，你的礼仪课也上完了，回去吧。你这是何意？老夫已经照你的吩咐。你是照我说的做了，我给你本次表现打了个及格分呢。但是邀请我的主体不对啊。主体？王管家又听到了一个新词。对呀，是你们家二爷三爷要见我，又不是你要见我，你怎么能替他们邀请呢？这不合规矩。万一他们其实没那个意思，是你假传号令呢？我给你去了，岂不是很尴尬？王管家一口老血差点喷出来。假传号令，他吃了雄心豹子胆了，敢假传主子的号令。所以呢，你回去原话告诉你们二爷三爷，就说想跟我聊家常，可以让他们自己亲自带着你刚才学会的礼仪来我这个小院儿，我呢就在这儿一边吃着火锅一边等他们。我这人很忙的，过时不候，告诉他们别来太晚啊，不然连汤都捞不着喝了。王管家的大脑彻底宕机了。这个女人就是个疯子，彻头彻尾的疯子。小二爷府，王管家憋着一肚子气汇报完毕，躬身退下。岂有此理！生意他能做多大的生意，还要我们亲自去抢，好大的架子呀！二哥，我咽不下这口气，我现在就带人去把他那不三不四的店给砸了。坐下，这么大人了，只长肚子不长脑子，做点事儿毛毛躁躁的。那怎么办？难道真要我们去请他？是，不仅要去请，还要带着礼物去。傍晚时分，咸鱼火锅，萧南和萧震下了车。萧震看着那简陋的招牌和挤作一团的食客，嫌恶地皱起眉头。
萧南则打量着店铺的格局。二人走进店里。二位客官，里面没位了，您看在外面。叫你们老板出来。我就是。他看见萧家兄弟也不行礼。哟，稀客呀，萧家二位爷还真来了呀。林小鱼，现在我们两兄弟亲自来了，所以该跟我们回府了吧？该？为什么该？你们来我就该，这是什么道理呀 ？Sorry 啊，回不去。你看我这儿一摊子事儿呢，离了我就得乱套。我可是老板，得对我的员工和顾客负责。我们要跟你单独谈谈，太闹了，你把这里的人都请出去。可以呀，不过小本生意讲究个规矩，二位爷要把我们所有客人都请走，这叫包场。包场？对，包场就是把这个时间段、这个空间都买下来。我呢就不做别人的生意了，专门伺候二位。但是我今天的预期流水还有客人的损失得由二位承担，不多，50两。50两？你怎么不去抢啊？抢多累啊！我这人最怕累了。我这是明码标价，公平交易。二位要是不愿意呢，也可以在外面排队。我算算啊，大概需要等1个时辰。50两。林小鱼拿起银子放到嘴边咬了一下，然后满意的揣进怀里。春杏儿、张嬷嬷。林小鱼朝后厨喊了一声：“少夫人，有何吩咐？”清场。准备客客气气的将所有食客请出去。刚有人抱怨：“各位街坊邻居，实在不好意思啊，刚才店里有贵客包场，为了补偿大家，本店即刻开启户外模式，吹着凉爽的秋风，吃着火锅更有感觉。而且今晚在外面吃的，每桌多送2盘鲜毛肚，所有餐费打8折。”哦，还有这种好事啊！老板娘大气，把外面的桌子都搭起来，快！春杏立刻执行回应。林小鱼，你这是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啊？你们包的是场，是店里面这个场子，我答应你们清场了。你看店里现在不是1个人都没有吗？可你不是说不做生意了吗？这里面是京城最大的银号四海通的5万两银票，见票即兑。春杏和张嬷嬷的呼吸瞬间停滞了。5万两，那是什么概念？萧南很满意他们的反应，继续加码。城东有一座3进的宅子，带花园和暖房，地契也在这里。另外，我名下还有江南的2个庄子，每年出产的丝绸和茶叶尽归你所有。你什么都不用做，不需要伺候婆母，不需要应付妯娌，更不需要守着一个不知何时会咽气的活死人。你只需要点点头，跟了我，做了我的妾，这些就都是你的。从此以后，你只管过你的好日子，想买什么就买什么，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这不就是你想要的躺平吗？萧震在一旁听着，心里对自家二哥的手段佩服得五体投地，真是好一招一箭双雕，高，实在是高。5万两，一座3进的宅子，还有2个庄子，每年分红啊，听起来确实不错。每天睡到自然醒，没事就逛街购物做 SPA， 不用打卡，没有 KPI， 这可比开火锅店赚钱快多了，风险还小。是啊，这倒是条通往终极躺平的康庄大道。完了，少夫人要被银子打跑了。春杏手一抖，张嬷嬷更是眼前一黑。少夫人，您不能这么想不开啊，那可是做妾呀。不过做妾好像名声不太好听啊，出门会不会被人戳脊梁骨啊？这有何难？只要你跟了我，谁敢多说一句？你若是不喜欢妾这个名头，我可以给你贵妾的身份，府里下人见了你也得恭恭敬敬叫一声林姨娘。林小鱼像是被说服了，他点了点头，然后又摇了摇头。还是不行。还不满意？萧南的眉头皱了起来，他觉得这个女人有些贪得无厌了。你有什么要求尽管提，只要我能办到，都可以满足你。他甚至已经做好了打算，若是这林小鱼狮子大开口想要正妻之位，他也不介意回去就将自己那个木头一样的正妻李氏给休了。让我想想啊，1下2下3下，每一次敲击都像是敲在春杏和张嬷嬷脆弱的神经上。萧南和萧震也屏住了呼吸，等待着他的最终报价。我知道了，我不喜欢你。空气仿佛凝固了，
萧楠脸上的笑容僵住了。为什么？为什么？因为你长得比我老公丑太多了。春杏和张嬷嬷则直接实话了，但他们万万没想到，自家少夫人给出的理由竟然是这个，太直接了，太伤人了，也太爽了。萧楠的脸以肉眼可见的速度从白转红，由红变紫，最后成了猪肝色，堪称一出精彩的现场变脸秀。看着你这张脸啊，我就吃不下饭，真的就想吐。再说了，你给我那些东西本就是我老公的，我不需要你送我，我要一样一样拿回来。二哥，你别站着了，都快1个时辰了。萧震在一旁看得心惊胆战，他从未见过自家二哥这副魔怔的样子。二哥，你别听那林小鱼胡说八道，你一点都不丑，真的。我跟你从小一起长大，这么多年，我从来没有因为看你的脸而吃不下去饭过呀。然而，吃不下去饭这几个字，像一把淬了毒的钥匙，精准无误地捅开了萧楠那颗即将爆炸的心。给我安排人把他的店给我砸了。二哥，你之前不是说这点小事不至于？就现在，马上，立刻。好嘞，我这就去叫人，保证把那个什么咸鱼火锅砸个稀巴烂，再把那个不知道天高地厚的女人绑回来，给二哥你出气。与此同时，咸鱼火锅店一辆极其低调的乌木马车停在了街角，一个男人走了下来，目光落在咸鱼火锅4个龙飞凤舞的大字上。林小鱼满意地看着账本上持续上涨的数字，感觉自己离包养小白脸走上人生巅峰的咸鱼梦想又近了一步。一个男人走了进来，他一进来，整个火锅店仿佛都从市井大排档升级成了米其林3星，那张脸更是绝了，眉如远山，目若寒星，鼻梁高挺，唇色偏淡，是一种不带任何攻击性的却又让人无法忽视的清隽俊美。我操，这是哪个顶流下凡了？这颜值吊打京城一众歪瓜裂枣啊！确认过眼神，是我得不到的人。春杏，快看，那是不是那个叫什么谭健次的？谭什么次？少夫人，奴婢不认识。不过看这公子的穿着气度，定然是哪家的贵人。春杏，看见没？大鱼！今天能不能冲破历史最高营业额，就看这条鱼了。拿出你12分的热情，8颗牙的标准微笑，务必让他感受到宾至如归，让他心甘情愿的把钱包掏空。去吧，皮卡杏。收到。公子，您一位吗？男子没说话，只是点了点头，跟着春杏走到一张靠窗的空桌，先是扶了扶衣袍后摆，才缓缓落座。整个过程行云流水，优雅的不像话。公子想吃点什么？我听说你们这里很有名。那是自然，我们家的火锅京城独一份。公子第一次来吧，要不要尝尝我们的招牌锅底，麻辣的，保证您吃了还想吃。那就来有名的。好嘞，那锅底就给您上鸳鸯的，一半辣一半不辣，再给您配上我们店点击率最高的菜品，极品毛肚，手切鲜牛羊肉，鲜鸭血，脆爽鸭肠，再来点素菜拼盘，您看如何？好。春杏高高兴兴地去后厨下单了，林小鱼在后面看得直点头，不错不错，这大鱼虽然看着高冷，但出手阔绰，都不问价的。满满当当一大桌，他抬起头看向刚刚把锅底端上来的春杏，这些确定能吃？能啊，当然能吃。公子您看，大家不都吃得可欢实了吗？邻桌将一大筷子毛肚在红油锅里7上8下的涮着，然后塞进嘴里，辣得嘶嘶哈哈，满脸都是满足，动作优雅地夹起一片毛肚，举到眼前，仔细端详。兄弟，我知道你很急，但你先别急，这表情跟我第一次看见有人吃折耳根一模一样。文化冲击，这绝对是降维打击级别的文化冲击啊！他甚至有点期待，这位贵公子待会儿被辣得眼泪汪汪，却还要强撑着维持风度的样子，那一定很有趣。这个黑色的是鸡血。
不是鸡血呀，是鸭血。公子，这鸭血嫩着呢，放锅里一烫就熟，入口即化，可香了。这些都要放到这个沸腾的锅子里？对呀，涮一涮就熟了，可好吃了。来吧来吧，让火锅的魅力征服你这个古代贵公子。既然如此，来都来了，倒要领教一下这火锅的滋味。他夹起一片最薄的牛肉，小心翼翼地放进锅里。男子盯着锅子，神情专注的，仿佛在观察什么珍稀的炼丹过程。要涮多久？牛肉薄，3-5秒就行。看，颜色一变就可以捞起来了。男子按照指示，将那片已经变色的牛肉夹起，蘸了蘸一碗油碟里的蒜泥香油。在林小鱼期待的目光中，他咬了一小口。这味道竟然这么奇怪，但却的确感觉不同。来了来了，真香定律，看这表情已经被征服了一半啊！他又夹了一片牛肉，这次动作熟练了许多。这个红色的汤汁倒是颇为鲜美。那当然，我们店的锅底可是用了10几种香料熬制的，麻辣鲜香，保准让公子您吃了还想吃。男子点点头，然后将目光投向了那盘黑色的毛肚。这一次他没有犹豫，直接送入口中。咀嚼的瞬间，他的眼睛微微睁大。这口感脆嫩中带着韧性，倒是别有一番风味。林小鱼在心里给他点赞，很好，已经学会品鉴了。下一步就是沦陷。果然，男子开始有节奏的夹菜涮煮，从最初的小心翼翼到后来的游刃有余，额头上已经冒出了细汗，但手上的动作却越来越熟练，取而代之的是一种专注而满足的神情，个个凶神恶煞，手里提着木棍、砍刀。都给老子听好了，不想死的就赶紧给老子滚！要是待会儿爷爷我手里这流星锤没长眼，砸到哪个倒霉蛋儿，可就别怪我没提醒你们了啊！说完，他抬起一脚，直接将旁边一张空桌子踹翻在地。妈呀，是城西的黑风寨，快跑啊！混乱中，刀疤男一行人耀武扬威地走了进来，享受着众人惊恐的目光。哎，小子，你还不走？想死吗？男子没有回头，甚至连夹菜的动作都没有一丝停顿。他将那片羊肉在蘸料里滚了一圈，然后优雅地送进嘴里，细细咀嚼。哎，老大跟你说话呢，你他妈是不是耳聋了？他没有理会那个叫嚣的小弟，而是慢条斯理地放下了手中的银块，然后从袖中取出那方洁白的丝帕，仔仔细细地擦了擦嘴角。他的动作很慢，慢到让周围的空气都变得凝滞起来，那份从容不迫与周围剑拔弩张的气氛格格不入。你说谁想死？话音未落，他的身后原本空无一人的阴影里，毫无征兆地冒出数道黑影，他们如同鬼魅一般出现，手里握着出鞘的长刀。刀疤男脸上的横肉猛地一抖，但还是很快就镇定了下来，毕竟黑风寨怕过谁？再说了，身后可是有萧家二爷在撑着，怕个毛线！不到半炷香的功夫，原本耀武扬威的几十号小弟，现在都趴的趴，倒的倒，满地哀嚎，有的抱着胳膊在地上打滚，有的捂着肚子直不起腰，还有几个直接晕了过去。刀疤男更是被几把锋利的长刀架在了脖子上，此刻双腿直打颤。你到底是什么人？就以你的身份，还没有资格知道我们家主子是谁。你坏了萧家的好事儿，哼，你就不怕他们对付你吗？萧家？哪个萧家？就是镇北将军府萧家。男子的眉头微微一挑。萧恒？不是他，是萧南，萧家二爷。我们都是给萧二爷办事儿的。男子沉默了片刻，然后淡淡的吐出3个字：不认识。那就让他们来找我就好了，我就在这里等他们，正好要跟他们算算，破坏我吃火锅心情的这笔账该怎么算。让他回去，我倒要看看谁有这么大的胆子敢要我死。你给我等着，
我这就回去禀报萧二爷，到时候有你好看的。那些躺在地上哀嚎的伤员，此刻也顾不上疼痛，拖着残破的身体跌跌撞撞地跟了上去。那些黑衣人就像来时一样，悄无声息地退回到了阴影里，仿佛从未出现过。老板，可方便麻烦再给他们准备几桌？当然可以，只要公子给钱，加几桌都可以。这个女子倒也奇怪，刚才那般血腥的场面，换作寻常女子，早就吓得花容失色，哭天抢地了。可她不但一点害怕的表情都没有。老板娘胆子倒是不小。害怕有什么用？该来的总会来，该走的总会走。这个女子绝非表面看起来那么简单。很快，在林小鱼的张罗下，几张桌子被拼凑起来，热气腾腾的锅底也端了上来。你是为何得罪那将军府的？得罪将军府？那没有吧，大哥，你这话说的，将军府现在是我家，我没事得罪我自己干什么？我还没那么想不开啊。他顿了顿，像是忽然想明白了什么。我知道了，你说的是那分家出去的2位爷吧？哎呀，那可不能算将军府的人了。准确来说，他们顶多算是前将军府成员，或者叫将军府已离职人员名单上的。前将军府已离职人员，这都是些什么闻所未闻的词啊？我夫君镇北将军萧恒，您听过吧？男子点了点头。那就好办了。这么跟您说吧，以前呢，萧家是个大集团，我老公萧恒就是这个集团最牛的王牌项目经理兼未来的 CEO。后来呢，他在一次重大的海外项目，就是边关打仗里受了重伤，成了植物人，也就是工伤。董事会就是朝廷一看，哎呀，这王牌经理倒了，项目也结束了，就顺水推舟把他给降职处理了，名下的股份爵位和分红俸禄也全都收回去了。这时候公司里那帮子早就眼红他的部门经理，以那个叫萧二爷的为首，一看机会来了，立刻发动内部政变，把公司的核心资产萧家的家产给瓜分了，然后一脚把我们这对工商夫妇和老婆子给踢了出来，净身出户啊。李小鱼说得口干舌燥，端起男子的茶杯就灌了一口。所以啊，他们现在为什么来找我麻烦？那不就是典型的裁员后遗症呗？怕我老公这个前王牌经理突然醒过来，脑子里还记着公司的核心技术，那些兵权和人脉，到时候王者归来找他们清算旧账啊。所以他们就想趁着我这个咸鱼火锅店还处于天使轮融资阶段，直接过来给我搞物理劝退，让我彻底破产清算。他三言两语将萧二爷如何霸占祖宅，如何散播谣言，如何断了他们所有生路的事情，用最直白也最扎心的话复述了一遍，一个个张着嘴，满脸呆滞地看着林小鱼。他们听不懂什么叫 CEO， 什么叫股份，什么叫裁员后遗症，但他们听懂了，将军被自己人给坑了，家产被抢了，连媳妇都被人欺负到开火锅店补贴家用了，这简直是奇耻大辱。男子静静地听着，他脸上的平静终于被打破了。所以你就是萧恒的夫人？他刚从边关回来，一路快马加鞭，只隐约听说朝中发生变故，萧恒被削了爵位，府中给他娶了个心腹冲喜。他本以为那会是一个在深宅大院里以泪洗面的柔弱女子，却怎么也想不到会是眼前这个张口闭口 CEO 搞破产的奇女子，更没想到将军府落到如此状况。这位爷说的我爱听，对嘛，虽然是冲喜，但也是明媒正娶，拜了天地，走了仪式的。我就是萧恒名正言顺的夫人，这夫人二字我受得起。他觉得眼前的男人越来越顺眼了，长得帅，有实力，有礼貌，说话还好听。我只知朝廷削了萧恒的门楣，却不知竟还有此事。萧恒镇守北疆，九死一生，换来的就是这个下场，家族被弃，连府邸都被人侵占。好一个萧家！一股冰冷的杀意从他身上弥漫开来，让周围的空气都凝固了。他心中那个总是跟在他身前，一字一句把百姓和国家放在心中的大哥，在沙场上背靠背杀敌的身影，渐渐与林小鱼口中那个昏迷不醒、
被家族抛弃的萧恒重合，一股怒火从他胸中烧起。这位公子，看你的样子，跟我家那口子认识？那口子？哎呀，就是我丈夫。男子看着他那张凑近的灵动狡黠的脸，你就不怕我？怕你干嘛？你帮我打了流氓，还照顾我生意，你是我恩人，是我的 VIP 客户，我把你供起来还来不及呢。再说了，嘿嘿，你要是想害我，刚才就不会出手了，对吧？男子看着他许久，才缓缓地点了点头。这个女人看似大大咧咧，没心没肺，实则心里跟明镜似的，什么都看得清楚。萧恒那小子昏迷之中倒是娶了个有意思的夫人，你想不想让他们把吃下去的连本带利全都吐出来？想不想让萧家二爷吃下去的连本带利全都吐出来？他抬起头看向对面那个从天而降自称能解决他所有麻烦的玉面书生。公子，你再说一遍。我说我可以帮你把萧家侵占你的东西拿回来。我说这位公子，你到底是什么来路啊？我跟那萧家二狗的破事自己能摆平，咸鱼一条，大不了翻个面儿，白肚皮朝上晒干就算了。可你不一样，你要是得罪了他们，怕是没那么简单脱身。他摸不清这人的底细，穿书来的这个时代，各个角色属性他都不清楚，想找个单纯的队友比登天还难，谁知道是不是披着羊皮的狼，等着背后捅刀子。怎么怀疑我？那倒不是，主要是怕连累公子你，给你带来不必要的麻烦。毕竟这年头助人为乐都可能是个高危行为，要不就是你有什么别的要求？要求？似乎在认真思考。若真有要求，那就劳烦萧夫人一件事。您说。好生照顾镇北将军，想尽办法让他早日醒来。林小鱼愣住了，这人关心萧恒，是有非敌？是萧恒藏在暗处的势力，还是他爹留下的后手啊？咦，算了， CPU 要烧了，这题超纲，不想了。行，照顾他本来就是我的本职工作，这个要求不算要求。不过你这个忙我先领了，暂时还不需要。就在这时，萧震大摇大摆，气势汹汹地走了过来。这林小鱼今天我是带走定了，还有这家破火锅店，我让他今晚就从京都的地图上消失。林小鱼闻言，心里咯噔一下。那我要是不同意呢？萧震彻底被激怒了。哎，我去，敢管我萧震的好事儿，真是不想活了！给我上，连他们一起打，打残了算我的。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那男子终于放下了茶杯。知法犯法，好一个萧震！在我喝完这杯茶之前，我不希望看到他们任何一个人可以站在我面前。是。林小鱼只觉得眼前一花，几道黑影如同鬼魅般迎了上去，没有兵刃出鞘的锐响，只有拳头到肉的闷哼和骨头错位的脆响。整个过程快得不可思议，前后不过10几个呼吸的时间。刚刚还气势汹汹的流氓团伙，此刻已经横七竖八地躺了一地，个个鼻青脸肿，哼哼唧唧，再起不能。唯一还站着的，只剩下目瞪口呆、脸色煞白的萧震。他看着满地打滚的手下，又看看那个从始至终都稳坐如山的男人，这他娘的到底是什么厉害人物？你到底是谁？我劝你还是不要知道的好。林小鱼看着这如戏一般现场，知道的越多死的越快，这可是反派定律第1条啊，兄弟。更不要有任何想要扳回一局的念头。要是萧恒在，我尚且念在他的情面上让萧家一回，但现在我不介意帮他教训教训你们这2条狗。萧恒，林小鱼心中琢磨，看来这个神秘帅哥难道真的是自家那个植物人老公的朋友？刚才你耽误我吃火锅了，所以卸掉你1条胳膊，不过分吧？萧震甚至来不及反应，只感觉右臂传来一阵撕心裂肺的剧痛，咔嚓！好家伙，这位大哥是懂什么叫说到做到的，说卸胳膊就卸胳膊，这执行力放钱是妥妥的年度销冠啊！玉面书生，心狠手辣，这人设
带感。男子对身后撕心裂肺的惨叫充耳不闻，仿佛只是碾死了一只蚂蚁。他甚至还招了招手，让那个脸上带疤、已经吓得快要尿裤子的混混头子滚过来。刀疤男连滚带爬地凑到桌前，抖得像个筛子。你这次叫的人不行，太差了，还不够我这群兄弟多出一滴汗，一点锻炼的价值都没有。我他妈哪儿知道您是这般狠人呐！再给你一次机会，去把萧南给我喊过来，跟他讲，他若是不来，我就把他这个宝贝弟弟也变成一个活死人。活死人这3个字像一道惊雷，在萧震的脑子里轰然炸开。萧震只觉得裤裆一热，一股难以言喻的骚臭味弥漫开来，他被吓尿了。阁下是何人？我萧家兄弟若有得罪之处，还请阁下明示。萧南在此赔罪了。他们拿走了你什么东西？他说的帮他，难道就这么直接要？刺激啊！别的就算了，把将军府邸还给我们就行。对那些别的什么店铺啊、家产啊，他没兴趣，也看不上。现在这家火锅店的价值远比那些高得多。好，你就把府邸还回来。萧南的脸色瞬间变了。怎么不愿意？哼，你觉得你有的选吗？你不能拒绝，也不敢拒绝。他缓缓地转过了身，当萧南看清那张脸的瞬间，双腿一软，扑通一声，笔直地跪在了地上。三，最后几个字还没能从喉咙里挤出来。有些话不该你说，就别说。男子居高临下地看着他。将军的宅邸早已被兄弟2人抵押卖给了张府，做丝绸生意的张老板也是京城狠人一个，当初就是看上了那里的格局，才愿意出高价买下来的。现在让他们再把将军府拿回来，可不是拿出去那么简单了。我只给你3天时间，把将军府原封不动地拿回来。3天？这不可能。那个张德旺是京城有名的地头蛇，吃进去的东西怎么可能再吐出来？他背后有人啊！那是你的事儿。3天后，萧恒回不到将军府，我把你也连根拔起。还有，不准找他麻烦。说完，他看也没看满地的狼藉，抬脚便走。黑衣人架着人事不省的萧震紧随其后，只留下呆若木鸡的萧南。你怎么认识他的？他谁？哦，刚才那位公子啊，我不认识。你知道他是谁？他当然知道此人是谁，可是刚才那一巴掌就已经是警告，他哪还敢说得出口？我跟他真的不认识，所以打伤你弟弟的是他，让你拿回将军府的也是他。我跟你说啊，这件事从头到尾都与我无关，你别把怨气往我这撒啊。不熟他会为了你出头，不熟他会警告我不要找你麻烦。林小鱼，你到底是什么人啊？一个小小的知县之女背后怎么会有这么大的靠山？这个冲喜嫁过来的女人，从进府开始就透着一股邪门，现在看来，何止是邪门，简直是深不可测。你这就叫格局小了，为什么非得是靠山呢？有没有可能是人格魅力？人格魅力？对啊，你看我，虽然长得不算倾国倾城，但也清秀可人。虽然性格娴静温婉，但也通情达理，自带一种大佬看见我都想照我的体质，这很难理解吗？萧南的嘴巴张了又合，合了又张，半天没憋出一个字。眼下你最该关心的，3天之内怎么从那个地头蛇张老板手里把那大别野给要回来。时间紧，任务重，我看好你哟，加油！萧南被他这番话噎得差点一口气没上来，他看着眼前这个巧笑嫣然的女子，跟他说话逻辑根本不在一个频道上。逆子，畜生啊！他扶着桌子的手开始发抖，不是因为愤怒，而是因为心寒。将军府出事之后，他把所有的希望和偏爱都给了他们，他最看重的2个儿子。我这辈子是造了什么孽呀？生出这么两个白眼狼！从今天起，我没有那2个儿子，我只当是生了萧恒1个儿子。萧老夫人这是要亲手斩断血脉亲情。林小鱼听得出，感觉得到老夫人话语里那份焚尽一切的失望和决绝，
这个为了家族颜面和儿子前程操劳了一辈子的女人，终于被自己最疼爱的儿子伤透了心。京城另一处，此地不似皇宫那般金碧辉煌，却处处透着一种低调的奢华和不可言说的威严。镇北将军萧恒在北京遇袭，重伤昏迷，被送回京中。其母为他冲喜，娶了林氏为妻。这位新夫人林氏行事颇为奇特，倒不同其他冲喜之女，无任何一点悲戚，反而处处开心自在。对了，还有他说的躺什么躺平。躺平？躺平是林氏自创的词，意指顺其自然，不争不抢。他还曾在贵妇茶会上公开宣称，不用伺候男人，有钱有闲是几辈子修来的福报，引得满座哗然。这样子的他，有趣。男人修长的手指在桌面上轻轻一点，此女不凡。主上，今日便是萧家大爷和二爷派去为难他的，想必将军府发生的事你也都清楚了。这么说，他今天还算是英雄救美了。将关于他的所有资料全部整理一份给我，我要最详细的。喂，老公，今天业绩如何？有想起要睁眼看看你的炮灰老婆我吗？说真的，小恒，你这个苏醒的进度条加载的也太慢了，我严重怀疑你的系统不兼容这个时代的网络。今天动一根手指，明天动一下眼皮，你这是在进行版本内测吗？能不能给点力啊？直接来个大版本的更新。我跟你说，我今天差点就挂了，你知道吗？就那个肖震准备群殴我这个新手村的小号呢，幸好有个大哥路过，3下5除2就把他们都给收拾了，场面一度十分舒适，堪称解压视频的线下真人版。不过话说回来，那个带头的大哥他到底是谁啊？到底是好人还是坏人呢？哎呀，你给点反应行不行了？要是自己人，你就动动右手食指；要是敌人，你就动动左手食指；要是关系复杂一言难尽，你就把双眼皮儿再加深一点。他死死盯着萧恒的脸，期待着能有什么奇迹发生。1秒、2秒、10秒，除了窗外风吹树叶的沙沙声，房间里安静的能听见灯芯燃烧的噼啪轻响。没劲，跟你沟通比跟我们公司那个只会说好收到的程序员还费劲，人家好歹还有3个词儿，你连个标点符号都欠奉啊！你什么时候才能醒过来，让我感受一下那种传说中的霸道将军护着我的感觉呀？就是那种你眉头一皱，王霸之气四散，冷冷说一句我的人谁敢动，然后所有反派都吓得屁滚尿流，我就可以安心的在后面嗑瓜子看戏。对了，那个带头大哥帮你把府邸要回来了，要是顺利的话，下周我们就可以搬回去了，你又可以躺在你那软塌塌舒服服的被窝里了。哎呀，太累了，今天的班就上到这里吧。后半夜，萧恒植物人脸哪里还有白日里那副温和模样？他双眼紧闭，眉头拧成一个死结，嘴唇紧紧抿着，偶尔溢出一丝压抑的类似呜咽的闷哼。他的双手在身侧死死攥成了拳头，手背上青筋暴起，散发着灼人的高温。林小鱼瞬间清醒了，这不是普通的发烧，这是眼住了。就听见萧恒喉咙里发出一声更痛苦的低吼，那声音里充满了绝望、不甘和一种被撕裂的剧痛。他看见他的眼皮在剧烈的颤抖，只是林小鱼看不见的是，北境的风永远夹杂着铁锈和血的味道。萧恒站在烽火台上，看着自己一手带出来的镇北军，如同一柄出鞘的利剑，直指敌国腹地。他身边的副将是他过命的兄弟，正笑着跟他说：将军，此战过后，京城那些说咱们是蛮子的软脚虾就该闭嘴了。他也笑了，是啊，快了。可下一秒，那张熟悉的笑脸变得狰狞，信号弹在他的头顶炸开，不是进攻的红色，而是埋伏的黑色。四面八方，无数的黑甲骑兵如同潮水般涌现，将他的军队团团围住。那些盔甲的制式，他再熟悉不过，不是敌军，而是自己人。为什么？他不敢置信地抓住副将的衣领，声音都在发颤。
回答他的是对方冰冷的眼神和一把淬了毒的匕首。剧痛从腹部传来，力气如潮水般退去。他看见自己的士兵在猝不及防的背叛下成片倒下，听见他们临死前绝望的呼喊。那一声声将军，像是一把把烧红的烙铁烫在他的心上。箭雨落下，他被人从背后狠狠一推，坠下高高的烽火台，失重感传来，无尽的黑暗将他吞噬。萧恒想呐喊，喉咙却像是被堵住，发不出任何声音。他想挣扎，身体却重如顽石，动弹不得。林小鱼看着萧恒越来越痛苦的样子，心里天人交战。好烫，他的皮肤像是烧红的烙铁，他的手心却一片冰凉，又把另一只手也贴了上去，像是在给他做什么物理降温。噩梦退散，噩梦退散，奥特曼也行，快来打怪兽啊！黑暗的梦境中，那道光越来越大。萧恒想要睁开眼睛，可眼前似乎有一大片白茫茫的布，怎么扯都扯不碎，怎么拉都拉不破，直到最后精疲力尽，又是一片黑暗。兄弟，你怎么没反应了？不是就这么走了吧？林小鱼小心翼翼地把2根手指轻轻地放在萧恒的鼻唇之间，1秒、2秒、3秒，直到第5秒，有一丝暖暖的气息从鼻孔之间呼出。还好，还好，这要是这个时候萧恒走了，这可就亏大了。这半年在这具身体上花了多少银子不说，投入的精力也是巨大的。既然会做梦，那说明大脑还在运转，那为什么就是醒不过来呢？他想起刚才萧恒痛苦的表情，还有那仿佛要挣扎着醒来的样子，就像是有什么东西在阻止他醒来，把他困在了某个地方。按照现代医学的理论，昏迷和清醒之间往往就差那么一步，可能是血供不足，可能是神经递质失衡，也可能是大脑皮层的电活动出了问题。生命周期管理，皮层通路中断，神经递质失衡。哎呀，这他妈在古代怎么搞啊？连个 CT 都没有。深部脑刺激，我拿根绣花针给他脑袋开瓢吗？哎，等等，这货是战场受伤的，该不会脑子里有血块没清干净吧？萧恒到底经历了什么才会变成这样？兄弟，给点提示啊！你到底是哪个零件卡壳了？缺氧、缺血，还是脑子里有东西在搞事情？他右手食指突然抽搐了一下。我操，福尔斯电码？不对，这货该不会是在回应我吧？他一把抓起萧恒的手，跟握对讲机似的。哎，兄弟，能听见我就捏我一下，用力捏，往死里捏。3秒沉默，5秒沉默。果然是想多了。这要是在现代，分分钟给你来个脑部 MRI。没有 MRI， 但是我有土办法呀！掏出银针，对着萧恒指尖就是一戳。啊！你居然连眉头都不皱，痛觉传导通路也断了，兄弟，对不住了。他抱起酒坛子，露出魔鬼般的笑容。嘿嘿嘿嘿，今晚咱们都不睡了，就死马当活马医，来个颅内压降低疗法。第1步，高度白酒擦身；第2步，终极必杀，头皮按摩，刺激头皮血管，促进侧支循环，血块给我吸收吸收。一套操作下来，萧恒还是那个萧恒，但林小鱼已经累成狗。他瘫在床边，看着被自己折腾的头发炸毛，浑身酒气的室友。我这算不算医学奇迹制造机？要是在现代，分分钟被吊销执照吧。看样子只有找出你到底是怎么变成这样的，估计你才能醒来吧。可这任务也太重了，我只是一个想躺平的咸鱼呀，查案这种事情臣妾做不到啊。他要是好人或许可以，今日是那男子给的3日期限的最后1日了。哟，这不是萧二爷吗？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我们这小店生意忙，要是吃饭呢您里边请，要是找茬那也里边请，咱们坐下慢慢算。萧南的脸皮抽动了一下，
他从怀里掏出一沓纸，像是捏着什么滚烫的山芋，一把就朝林小鱼扔了过来。拿去。林小鱼不闪不避，稳稳伸手接住，果真是将军府的房契。他拿在手里掂了掂，又展开来，迎着光仔细看了看上面的印鉴和字迹。货真价实。春信跟我说，你为了赎回这玩意儿，花了在当铺抵押时双倍的价钱，真是下了血本啊！萧二爷，你当真这么怕那人？萧南的瞳孔猛地一缩，不关你的事。他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是不关我的事，我就是好奇，到底是什么样的大人物，能让镇北将军府的2位公子哥怕成这个样子？这操作可真是叹为观止。他的每一个字都像是一记耳光，扇在萧南的脸上。萧南的拳头在袖子里握得咯咯作响，他恨不得立刻冲上去撕了眼前这个女人的嘴。可一想到那个男人的面孔，一股寒意从脚底板直冲天灵盖，瞬间浇灭了他所有的怒火。他不能，他不敢。东西给你了，你好自为之。萧南撂下一句毫无威慑力的狠话，转身就想走。哎，等等！林小鱼叫住了他。萧南脚步一顿，没有回头。林小鱼从柜台上抽出一张制作精美的手写卡片，走上前，不由分说地塞进了萧南的怀里。这个送你的。萧南低头一看，那卡片上用娟秀的字体写着咸鱼火锅88折至尊 VIP 答谢卡，一股气血直冲脑门。萧南差点一口老血喷出来，这是何等的羞辱！他猛地把卡片抽出来，狠狠摔在地上，像是丢掉什么脏东西一样，头也不回地快步离去，背影狼狈至极。哎，这孩子怎么就不懂勤俭持家呢？88折哪能省不少钱？算了，我们自己留着用吧。春杏憋着笑，用力点头，拿回了房契。林小鱼心里的一块大石头也落了地，便坐上马车去接萧老夫人。看到林小鱼进来，手里还拿着那沓熟悉的房契，老夫人的眼睛一下子就红了。她颤抖着嘴唇，想说什么，却一个字都说不出来。林小鱼没有多言，只是走上前，将房契轻轻放在老夫人面前的桌上，然后伸出手，温和却坚定地扶住了她的另一只胳膊。娘，我们回家。她的声音很平静。回家，回家。眼泪终于决堤。老爷，一声如泣如诉的呼唤，带着无尽的委屈与思念。我们回家了。林小鱼站在后面，看着这位老人佝偻的背影，他让老人家尽情地宣泄着情绪。萧恒被小心翼翼地抬回了他那张阔气的大床上。兄弟，安全到家。这次可多亏了带头大哥，你这将军府一砖一瓦看着都贵得要死，我得开多少家火锅连锁店才能把你这府邸给赎回来啊？他自顾自地说了下去，完全不在意听众是否能回应。你要是醒了，可真得好好谢谢人家。我跟人说了，你是镇北将军，以后他要是有什么麻烦，尽管报你的名号。当然，前提是你得醒过来，不然人家报了你的名号，结果发现你是个睡阎王，那不是坑人吗？触感不错，有弹性。床上的人依旧安静如初。哎，算了，跟你这块木头也说不明白。不过说真的，你到底在做什么梦啊？要是有怪兽，你就喊奥特曼；要是被女鬼缠上了，你就念大悲咒；要是……算了，你脑子里但凡有我一半的清醒，也不至于被困这么久啊。他站起身，给他掖了掖被角。睡吧睡吧，梦里啥都有。我先去搞点吃的。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将军府佛堂内，张嬷嬷在一旁添上了一炷新香。老夫人总算是归了根，感谢列祖列宗，感谢老爷在天之灵的保佑。保佑？真的是祖宗和老爷保佑吗？他心里清楚，若不是那个他一开始百般看不上眼，认为举止粗俗，毫无世家贵女风范的冲喜媳妇，别说归了根，他们如今恐怕还在那偏远的别院里，对着恒儿的病情日夜煎熬，看不到一丝希望。是那个女孩用她那套闻所未闻的歪理，面对京城贵妇的嘲讽，能面不改色地掏出一把瓜子，把守活寡说成是几辈子修来的福报，
噎得人半天说不出话。也是那个女孩，在所有人都束手无策的时候，坚持要带开火锅店，用一种近乎蛮横的乐观，硬生生闯出了一条路。以前是我糊涂了，我总觉得他出身不高，配不上我们萧家，配不上恒儿。我用那些规矩去束缚他，用那些身份去压制他，可他就像一捧抓不住的沙子，你越是用力，它溜得越快。可到头来，是他这捧沙子把我们这个快要倾倒的家给稳住了。求列祖列宗，求我佛慈悲，好好保佑小鱼那孩子心好，请保佑他往后顺遂平安，无病无灾。也求你们让恒儿早日醒来，让他醒来看看他有一个什么样的妻子，让他去回报他，去补偿他，我萧家欠他的。这番话如同惊雷在安静的佛堂里炸响。嘿嘿，嬷嬷好，我们来报道。报道？报什么道？来将军府报道？报效国家不应该去军营吗？从今天起，我们就是萧府的人了，一切都听林娘子的指挥。张嬷嬷彻底懵了。林娘子，少夫人，她什么时候有这么大的本事，能一声不吭的找来这么一大帮子人？好家伙，这是什么大型线下粉丝见面会现场啊？还是说将军府的债主组团上门了？那一大群人精神抖擞，目光灼灼，齐刷刷地看着自己。您就是林娘子吧？我们以后就跟着您在这将军府干活了。跟着我干什么？等会儿，信息量有点大啊，让我先缓缓。张嬷嬷，这些人是老夫人找来的？少夫人哪有的事儿，老夫人压根就没有这打算，老奴还以为是少夫人您的安排呢。林小鱼的脑子飞速运转起来，想来也是，大概率不是老夫人找来的。萧恒还躺在床上当睡美男，军饷断了，俸禄停了，整个府邸全靠现在的火锅店撑着。别说发工钱了，多添10几双筷子，米缸都得连夜申请破产保护。现在天上掉下来30个惊喜，这哪是惊喜，这分明是惊吓，是30个嗷嗷待哺的粮食消灭器。到底是谁让你们来的？这是三殿下府上管家给我的，说是三殿下的意思，让我们直接来府上找林娘子就行，她会安排一切。林小鱼接过信，打开一看，就是说三殿下物色了一拨人，可去维持将军府的日常。三殿下是谁？他清晰地记得当时萧恒口中那个没说完的三，难道是那个男人？要真是他的话，那可是好人做到底了。可问题是，加上这10几个人，就真的到了揭不开锅的地步。林小鱼默默计算了一下火锅店里的那点存粮，再看看眼前这30张嘴，不出1周，大家就可以一起手拉手在院子里喝西北风了。那三殿下可真的是好事办了坏事。各位壮士，各位好汉，大家辛苦了。林娘子客气了，我等奉命行事，不辛苦。三殿下的好意我心领了，但是我们庙小，实在是供不起这么多大佛呀。实不相瞒，咱们将军府现在的情况今日不同往日，约等于破产清算阶段。别说给大家发月钱了，就是1日3餐我都没法保证。大家要是留下来，未来的食谱可能就是清蒸西北风，红烧空气，偶尔改善伙食，能有1顿白水煮树皮。所以啊，大家还是请回吧，这份恩情我记下了，等将来我发达了，一定去给三殿下送锦旗买热搜，让他上咱们京城头条。院子里一片寂静，他们给不少达官贵人办过事，还从没见过哪个主家把我很穷，养不起你们说的这么理直气壮，还带拐弯抹角的。林娘子误会了，三殿下早就料到府中境况，特意吩咐过我等在将军府一营的吃穿用度，包括月钱，全都由三殿下府上支出，绝不会给林娘子增添半分负担。哦，还有这种好事，带资进祖啊，还自带粮草，这是什么神仙好人？张嬷嬷也惊呆了，
你的意思是你们是免费试用还包售后的？他郑重地点了点头。是。这幸福来的也太突然了。林小鱼感觉自己像是中了500万彩票。另外，三殿下知道将军府用度紧张，特命属下给林娘子带来500两白银，以解燃眉之急。500两白银？林小鱼的眼睛瞬间就直了，他仿佛能看到那白花花的银子正在对他唱歌，对他招手。是真的，是钱，好多钱。他抬头看着眼前的大哥，又看了看他身后那一排精神抖擞的壮汉，再低头看看怀里沉甸甸的银子。他和张嬷嬷对视一眼，两人眼中都写满了同一个字：震惊。这个世界上竟然真的有这种送人又送钱的好事。林小鱼用力地掐了自己大腿一把。疼，不是做梦。大哥，不，恩人，以后你就是我亲哥，你们都是我的亲人了。快，你都别站着了，来敬我喝茶。张嬷嬷，快去泡我们最好的白开水。把那些雪中送炭的物资和人手一一安排妥当，将军府倒是从明面上恢复了一些往日的热闹。下次再碰到那男子，不，应该是三殿下，一定要给他办个咸鱼火锅的终身 VIP。张嬷嬷来报，三夫人三殿下亲自登门了。前厅里站着一个略显熟悉的身影，眉目清朗，身姿挺拔，像是一棵雨后青竹，干净又通透，却自有一股与生俱来的贵气。果真就是那日所见之人，只是今日看起来显得气质更佳，也好像更帅了。颜值9分，气质9.5分，实属好货啊。林小鱼见过三殿下。夏景耀的目光落在他身上。将军夫人不必多礼。两人落座，春杏上了茶。殿下送来的人和银两我们都收到了，真是解了将军府的燃眉之急。小鱼代表将军府全体员工，是全家家仆，感谢殿下的慷慨解囊。夏景耀端着茶杯的手顿了一下，员工。他抬起头，认真地看了林小鱼一眼。将军夫人客气了，本王与萧将军情同手足。哦，情同手足，那就是友军了。毕竟如今的将军府在许多人看来就是个烫手的山芋，这人依旧光明正大的倾力相助，说明还是想着帮将军一把。从这一点出发，不是敌军无疑了。但究竟她与自己的老公是什么样的关系，值得她在这关键节点出手？三殿下，小鱼有个问题，不知当问不当问。将军夫人直言无妨。三殿下应该已知我家将军情况，现在说将军也已经不合适了哈。你为何要帮助我们？难道是在做风险投资？风险投资？夏景耀又一次被他的用词问住了。他品味了一下这几个字，竟觉得有几分贴切。他自嘲地笑了笑，那笑容里带着一丝苦涩和怀念。哼，或许吧，只是本王投的不是风险，而是一份无论如何都不能丢的情谊。夫人可知萧恒为何被称为活阎王？林小鱼诚实地摇了摇头。因为在北境战场上，他就是敌人的阎王，但对于我而言，他却是我的老师，是我的兄长，更是我的救命恩人。5年前，我初次随军去北境历练，说的好听是历练，其实就是父皇想让我去镀层金。我年少轻狂，总觉得战功唾手可得。一次追击残敌，我中了埋伏，身边亲卫尽数战死，我被围困在小小的山谷里，插翅难飞。那时候我真的以为自己要死了。林小鱼安静地听着。是萧将军，是他单枪匹马带着3000轻骑，硬生生从10倍于己的敌军包围圈中撕开了一道口子。我至今都记得，他出现在我面前时，浑身浴血，铠甲上插着3支断剑，手中的长枪却依旧稳如泰山。他把我从马背上拽下来，扔到他的身后，只说了一句话。什么话？他说：殿下站稳了，看清楚，战场不是过家家。那一战，他为了护我，背后中了一刀，伤口深可见骨。就是从那以后，他便让我跟在他身边，
从如何看舆图，如何辨风向，到如何排兵布阵，他倾囊相授。他从不因我的身份而宽待我，军营里他罚我跟普通士兵一样受罚，甚至更重。他说我是皇子，更是未来的希望，我的命比任何人都金贵，所以我必须比任何人都更懂得如何保住自己的命，如何保住大夏将士的命。所以在夫人眼中，他或许只是一个昏迷不醒的病人，但在我心里，他是大夏的镇北神将，是我的兄长和恩师。将军府有难，我怎能袖手旁观？原来是这样，原来那个躺在床上任由他贴手摇晃，甚至被他当成抱枕的睡美男，有着这样波澜壮阔的过去。他不是一个符号，一个传说，一个徒有其表的活阎王，他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一个重情重义、铁骨铮铮，会为了保护别人而将自己置于险境的大英雄。这个认知像一道微弱的电流从林小鱼的心间窜过，带起一阵陌生的酥麻。他抬起头看着对面的夏景耀，他依旧沉浸在回忆里。殿下。夏景耀从思绪中回过神来，不解地看着他。说累了吧？来，补充点维生素 C， 对嗓子好。主厅稍坐了一会儿，夏景耀提出想亲自去探望萧恒。萧将军的面色为何如此红润了？倒不像是长期昏迷的状态，难道大有好转？三殿下真是慧眼啊！这段时日，我寻思着夫君总这么躺着，筋骨都要僵了，便斗胆用些乡野土方为他活络筋骨。哦，乡野土方。夏景耀的兴趣被勾了起来，温和的目光里带着一丝探究。不知是何种良方，竟有如此奇效？啊，其实也算不上什么良方，就是些通经活络的小法子。殿下请看，人身上有许多经脉穴位，就像京城的官道和小路，堵了气血就过不去，人就容易出问题。我做的就是帮他疏通交通。他一边说，一边用手指在萧恒手臂上几个穴位轻轻按压。比如这里叫曲池穴，没事多按按，能清热泻火。这里是手三里，能通经活络，调理脾胃。我每日都会为夫君全身按摩1个时辰，再用我特制的银针为他针灸一番，刺激那些沉睡的穴位。针灸按摩？夏景耀的眉头机不可见地蹙了一下。你还通晓医术？林小鱼心里咯噔一下，不好，说得太顺嘴，忘了原主的人设了。一个知县的嫡女，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琴棋书画是标配。什么时候点亮了中医理疗这个技能点的？医术谈不上，就是以前在家里的时候，我祖母身体不好，我跟着一个走方的郎中胡乱学了几天皮毛，想着能帮祖母捶捶腿捏捏肩，没想到用在夫君身上好像还有点用处啊。这个借口半真半假。夏景耀静静地听着，脸上的笑容不变，只是那双眸子却越来越像一潭深水，让人看不清底。走方郎中，本王倒是听闻民间常有奇人异事，不知那位郎中高姓大名，仙乡何处？若真有本事，倒是可以请入太医院为圣上效力。完犊子了，这天没法聊了，随便编个人名，他回头一查无此人，不是更可疑啊？林小鱼的大脑开始飞速运转， CPU 都快烧干了，电光火石之间，他脑中灵光一闪。殿下，那位高人神龙见首不见尾，行踪飘忽不定，我只知道他自称医道还俗王喇嘛，传我这套手法时还特意嘱咐，此乃不传之秘，讲究一个缘字，缘分到了不用学自己就会了，缘分不到求也求不来。他还说我骨骼清奇，是块万中无一的理疗奇才呢。他越说越起劲，差点就要把打通任督二脉说出来了。空气仿佛凝固了，跟在一旁的张嬷嬷嘴角已经开始不自觉地抽搐。王喇嘛还还俗的？夏景耀脸上的温和笑容终于出现了一丝裂痕。他看着眼前这个一本正经胡说八道的女子，一时间竟不知该作何反应。她阅人无数，从未见过如此清奇的女子，她说的每一个字都透着离谱，可她那副我信了你也得信的真诚模样，
又让人产生一种是我见识太少的自我怀疑。骨骼清奇，如此说来，倒是萧将军的福气。殿下谬赞了，这都是我身为妻子该做的。夫妻本是同林鸟嘛，它飞不动了，我总得在下面给它扇扇风，加点油。夏景耀觉得自己的思路好像也被这位萧夫人给带歪了。不管如何，萧夫人悉心照料，功不可没，本王记在心里。若有任何需要，尽管派人去我府上说一声。这是一句客套话，也是一句试探。多谢殿下，别的倒没什么，就是最近天冷，想给夫君做点药膳，缺几味上好的山参和灵芝。府里的库房说要走流程，批下来得好几天。你也知道，这调理身体贵在坚持，一天都不能断。他一边说，一边眨巴着那双灵动的眼睛，眼神里充满了你懂得的暗示。夏景耀再次被他噎住了。他活了20多年，头一次见到有人能把打秋风说得如此清新脱俗，理直气壮。他与萧恒是师徒，也是过命的交情。萧恒倒下，对他影响巨大，他自然希望萧恒能尽快醒来。他与身后的随从对视一眼，那随从立刻会意。既然是为了萧将军，自当尽力。稍后本王会让人将药材送到府上。殿下真是深明大义，宅心仁厚，我代我夫君谢谢您了。夏景耀看着他那得了便宜还卖乖的模样，忽然觉得有些头疼。他今天来本是想看看萧恒的情况，顺便安抚一下这位新嫁过来的冲喜夫人，探探她的底细。现在看来情况是看到了，底却越探越深，深不可测。这个女人要么是真的傻得天真烂漫，要么就是城府深道，能将所有人都玩弄于股掌之间。她更倾向于后者。萧夫人好生照料，本王改日再来看望。殿下慢走。他拍了拍胸口，只觉得背后一层薄汗。跟这些高端玩家打交道真是耗费心力，每一个字都得在脑子里过3遍，生怕哪个环节出了漏洞。喂，兄弟，听见没？你的徒弟亲自来给你送外挂了，顶级山参和灵芝大补套餐，你可得争气点，早点醒过来，不然这些好东西啊都得便宜我了。大脑运转需要能量，需要葡萄糖，需要各种高级营养素。午时，一根品相极佳的老山参被取了出来，配上一只肥美的老母鸡，很快就被炖进了瓦罐里。小鸡小鸡你别怪，变成高汤人人爱，人参人参你加油，释放你的 Ginsano-side， 激活神经元，修复脑细胞，给我家兄弟的 CPU 来个超级 buff。 旁边烧火的小丫头听得一愣一愣的。夫人是在念什么咒语吗？不知道，可能是什么新的祈福法子吧。1个时辰后，一锅香气浓郁到能把人魂都勾走的鸡汤终于出炉。兄弟，尝尝人民币的味道，这可是顶配营养液，一口下去抵得上你喝10天骨头汤。别客气，多喝点啊，争取早日开机，不然你这顶级账号可就废了。他感觉萧恒的喉结似乎微微动了一下，汤汁顺着他的嘴角比平时更顺畅地滑了进去。首先品牌名字得响亮，要有记忆点，就叫躺赢，简单粗暴，直击灵魂。接下来就是产品线，第一期主打单品，爆款思维嘛，就叫永不脱妆精华露，名字要夸张，要有噱头。然后是营销策略：1. 饥饿营销，宣称原料采自天山之巅，即日月精华，每年限量100瓶，售完等明年。想买先交定金排队。2. 打造计划，找一个在京城贵妇圈里有点名气，但又不是最顶尖的，最好是最近被其他贵妇比下去，心里憋着一口气的，免费送他一套产品，让他先用，等他惊艳亮相，一举成为全场焦点，我们的活广告就有了。3. 会员体系，普通会员、白银会员、黄金会员、钻石会员，消费越多等级越高。钻石会员可以享受总设计师1对1形象指导服务1次。春杏端着茶水进来，自家夫人像只大王八一样趴在地上，面前一张巨大的白纸上画满了各种奇奇怪怪的符号和图案。夫人，您这是在做什么？我在画阵法。阵法是又要给将军驱邪吗？不，我这是在画江山。我跟你讲啊，咱们的目标呢，就是把京城所有贵夫人的钱包
不是，是精准的满足他们成为人群焦点的深层需求。恰此时，林小鱼看见了端着药碗进来的张嬷嬷。张嬷嬷今年约40多，整个人透着一股我为这个家付出太多了的疲惫感。嬷嬷，你辛苦了。他把张嬷嬷拽到梳妆台前，按着她的肩膀让她坐下。哎呦，少夫人，这使不得，使不得！哎，坐好。张嬷嬷，您信不信我能让您焕发第二春？张嬷嬷一脸懵，显然没跟上这位少夫人的脑回路。一小罐粉色带着淡淡花香的膏体是口脂，另一罐乳白色的质地细腻，是简易版的雪花膏。来，嬷嬷闭眼。张嬷嬷将信将疑地闭上眼睛，她只觉得一阵清凉细腻的膏体被轻轻拍在脸上，带着一股雅致的花香，很舒服。然后嘴唇上也被抹了一层温润的东西。好啦，睁眼。张嬷嬷睁开眼，看向铜镜，镜子里的人还是她，又好像不是她，脸上的皮肤像是喝饱了水，透着一股子润泽的光，不再是之前那副干枯的模样。最惊人的是嘴唇，一抹淡淡的粉色，像是清晨沾着露珠的桃花瓣，整个人的气色瞬间提亮了不止1个度。哎呦，这是老奴？怎么样？我管这个叫焕发第二春系列，效果杠杠的。这2瓶就先送嬷嬷了，就当是为将军府操劳的福利。少夫人还会易容术，这张嬷嬷比之前简直好看太多了。这真是小鱼做的？回老夫人千真万确。少夫人说，女人就该对自己好一点，这心情好了，人就精神了。